当天才女主诬陷我毁了宗门秘境，向宗主提议废去我一身修为，永世关入黑狱折磨时，我当即拿出留影镜证明自己的清白，却没想到被自己的亲爹一掌拍碎。我早就猜到我的怨种，爹会对女主这个嫡女偏袒，自然留了后手。我挑挑眉，又摸进储物袋，掏出100个留影镜。没办法，谁让我这个小炮灰没事就想掏出镜子欣赏一番呢？我爹瞪大眼睛，下一秒起身，又想将留影镜毁掉。宗主看不下去，赶紧出声阻止。江店主，还请不要再破坏证据，否则你就是蓄意的，也要按照门规处置。我看向宗主，拱拱手示意感谢，多谢宗主的公正。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留影石我多着呢，大家还是先来看看真相吧。这次有宗主的加持，我爹没法再毁掉留影石，所以里面的影像在半空展开。大家就见我和女主江荣月一起进了秘境核心之地。我对祭坛上的符文感兴趣，仔细的观看起来，而江荣月则盯上了被禁制镇压的珠子，用了一道高阶符向禁制打去。我发现他的做法，并开口劝说阻止。江荣月不但不听，还出手打伤了我，然后固执的拿走珠子，却被禁制的余波震伤。珠子更没有像是江荣月之前说的化为光芒消失，而是钻进了他的身体里，接着四周的空间震动起来，秘境开始坍塌。而就在此时，我们的5个师兄带着太阳殿的弟子赶到，江荣月立即哭诉，将之前发生的事倒打一耙。可这些人却相信了江荣月，而责怪我。在宗门长老施展阵法传送时，他们更先护住江荣月，将我落在最后。半空中的影像也到此结束。看完影像之后，宗门的高层和弟子们看向我的目光都多了几分同情。要不是我之前无意中用留影石记录祭坛符文，今天肯定会被冤枉，而替代江荣月受重罚。而一旁看完整场闹剧的玉植也对我的遭遇心生不忍，他拱手向宗主提议道：现在证据确凿，宗主还是赶快将真正有罪的人惩治吧。宗主脸色有些不好看，显然对我爹等人的做法很不满。将真正残害同门师妹并毁了宗门重要资源秘境的江荣月拿下，按照门规送去黑狱重罚。一直到这个时候，一直躲在我爹身旁看戏的女主江荣月这才变了变脸色，她不想去黑狱，听说那地方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她赶紧向我爹投去求助的眼神，一副我不是故意的可怜模样。我爹自然不想疼爱重视的大女儿被送去黑狱受罚，可现在当着全宗的面，门规不可破，就没法直接轻松保住江荣月了。我爹从储物环里将一枚符拿出，用灵石烙印了一句话，然后激活，符瞬间消失，化为一缕烟，朝着宗门祖地飘去。接着我爹看向宗主等高层说：荣月确实犯了错，可他7年前被邪修抓走伤了身体，去黑狱重罚，他根本承受不住。宗主历来都比较公正，无论什么情况，犯了门规就要罚，否则以后这门规谁都能破了。我爹见宗主这个老顽固不讲情面，只能退而求其次。我记得宗门也有一个特例规矩，像是荣月这种情况，只要赔偿宗门损失，就能减轻惩罚吧。宗主一听就明白，我爹这是要出大学保大女儿了，还真不是一般的偏心。宗主想了想道：江荣月毁掉的可是宗门弟子历练的秘境资源，你要怎么赔？我爹拿出一块空白玉简，用灵石在上面烙印了一份赔偿清单。宗主接过，看完挑眉：江店主，这些赔偿可不够，确实大出血了，可和秘境的价值比可不够。我爹有些为难。下一刻，我爹的识海里收到一个传音，我爹这才松了口气，眼中更多出丝傲气。刚才我父亲传音说，他闭关出来之后会亲自出宗探查，为宗门另寻一个可以历练弟子的类似资源，加上这个承诺总够了吧。江荣月心中一喜，爷爷是宗门的太上老祖之一，所以有那个实力承诺。江荣月松了口气的同时忍不住得意，果然无论是父亲还是爷爷，还是那么在意重视他。我以为拿出证据就能害他重罚了，做梦呢。我爹说完之后，宗主等人也收到了太上老祖的传音，他们没想到我爹竟为这件事直接惊动了闭关的江老祖。宗主只能道：太上老祖的承诺外加江店主给出的资源确实够了。江荣月犯了错，虽然赔偿了宗门的损失，却也不能不罚。宗主看向宗门其他高层问：你们看该如何惩罚？玉直接话道：宗主，江荣月可不只是犯了这个错，他还残害同门，这也是需要去黑狱重惩的。宗主目光扫了扫白衣被血染红，凄惨却依旧挺直脊背，一身傲骨的我，他公正的点头：不错，毁宗门资源的过错，用赔偿将功补过，就判去思过衙思过3个月。接着话锋一转，但江荣月残害同门的错，却又是另一桩了，得去黑狱惩罚1个月。犯了错就要罚，哪怕江荣月是店主的女儿也一样。我爹脸瞬间沉了沉。荣月和可惜不过是在秘境发生了姐妹争执，属于我们的家事，这算不上残害同门吧。这么一说，倒是让宗主和玉植都愣了愣，他们都没想到我爹还能钻这个空子。要是归为家事，那确实就不好由宗门处置江荣月，那这就要看我的态度了。于是玉植问：江可惜，你认同江店主的话吗？只要我不认同，他就帮我到底。我早就对他们心冷如铁，于是我对玉植拱拱手道：我对江家的所有人都已经立下誓言，断绝了关系。而且在秘境，我是为了阻止江荣月动秘境根基之物，这才被他打伤的，怎么也牵扯不到家事上吧。说罢，我一脸坚定决绝的道：江荣月残害同门，就应该按照门规惩罚，
否则以后是不是宗门的弟子残害完同门之后，都能找借口钻空子逃脱？我爹没想到我又跳出来了，他沉着脸看向我警告。江可惜，就算断绝了关系，你可还是我太阳殿的弟子。我直视他，江店主适可而止吧，你的威胁对我没用，我只想讨回一个公道而已。我今天都和你们断了关系，自然也要离开你们太阳殿。然后我对宗主拱拱手，还请宗门还我一个公道，也不要寒了其他弟子的心。若是有背景和有人撑腰，就能肆意残害同门，不顾宗门利益妄为，那以后要让普通弟子们怎么办？这话引起了绝大多数弟子的共鸣。我爹气得想掐死我这个孽女了。你简直就是强词夺理！你姐姐在秘境又不是故意打伤你的，你怎么就那么小肚鸡肠？江荣月也红着眼开口：“妹妹，我那会儿也不知道怎么了，像是被什么东西蛊惑了，失了心智，才会做出那样的事。之后更是不记得自己做过了那些事，才会以为是你做的。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冷冷地看着他们，是不是故意？刘影实力可是记录了的，我只是要求按照门规来，怎么就强词夺理、小肚鸡肠了？江店主还真是好大的威风，居然可以为了包庇女儿无视门规。我爹一噎，你这个孽女！这些话简直就在打他的脸，让他今天在全宗门前更丢人。就在我们说话时，宗主和长老们又商量了下，宗主这才道：“门规不可破，否则宗门以后的弟子之间有样学样，那岂不是乱套了？所以江荣月得趋练。”宗主刚要宣布对江荣月的判罚，突然一道威严的声音在半空响起：“不过是家事而已，哪至于上升为触犯宗门门规的地步？再说江荣月乃是山木灵根，又有炼丹天赋的宗门核心天才弟子，1年之后还得代表我宗和其他宗门比试炼丹。若是送去黑域1月，接下来的大半时间怕是只能养伤，而无法提升炼丹术，还怎么为宗门出力争光？法不容情，但法不外乎人情。宗门的荣耀更高于姐妹之间闹的矛盾。我看就让江荣月之后为宗门出战，来戴罪立功吧。这人的声音带着一种浓浓的威压气势，不用猜都知道这是那位太上江老祖。宗主等人听到这话，脸色都变了变，但我眼中却染上一层冷意。太上长老为了包庇弟子，也能这般不要脸，真是让人长见识了。拉一块遮羞布就能掩盖江荣月犯的错，犯的门规笑话。这话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齐齐落在我身上。半空再次传来江老祖的声音：“可惜，很多时候还是得认清现实。荣月是天灵根上加资质天赋的炼丹师，不但能为宗门出战，比试争光，将来还有很大希望成为玄级炼丹师，成为宗门的中流砥柱。而你明明有一块领悟超强的慧骨，却因为意气用事，直接挖出来舍弃，很天真也很傻。失去了慧骨，你彻底变成了一个杂灵根的废物，所以就不要再拖累宗门了，这样还能有一个容身之处。”我看向江老祖，嘲讽的笑出声：“谁还不是个天才呢？”我爹冷笑：“这大话你都敢说，我看你今天真是疯了。你还是赶快退下，别再丢人现眼了。”玉直却觉得我的性子越来越对他的胃口，于是他看着我问：“你的意思是，你的天资其实不是杂灵根，而是天才资质？”我点头：“不错，我根本不是杂灵根，而是混沌灵根。我之所以会当众爆出真正的灵根天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前世我受罚回来没多久，就江荣月强行挖走了慧骨，这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根本不是杂灵根，而是更万中无一的混沌灵根。谁知道江荣月身体里那个魔尊的灵魂，一眼就看破了我的混沌灵根，于是我的混沌灵根和精血都被女主江荣月掠夺走了，江荣月也借此变得越来越强。”还成了名满大陆的绝世天骄，所以我今天必须得把江荣月这个气运女主压下去，并送去黑域惩罚。听了我这番自曝天才的话后，我爹不禁大笑出声：“我看你就是得了失心疯。”我看着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转身看向宗主等人道：“我没有得失心疯，我也是挖完骨，现在才发现自己是混沌灵根的。各位若是不信，我可以现在当众测试。”宗主和长老们交换了下眼神，随后便看向我道：“既然如此，我们相信你一次，你现在就测吧。”接着拿出一个测试天赋的水晶球推送给我，我接住测试时注入一股力量。接着众人就见测试球开始变色，先是一片赤红，接着深蓝、深黑、深紫，一下变换了好多颜色之后，最后尽数演化成了一种像是蒙着一层神秘感的混沌色。宗主没忍住惊呼出声：“混沌竟然真是混沌灵根！”其他人也瞪大眼睛，露出震惊十足又不敢相信的神情。江荣月更是不敢相信的失声：“这怎么可能？不可能！”我爹也不敢相信，会不会测错了？宗主怕测错了，为了彻底确定，他重新拿出一颗宗门最高等级的测试球，再次推
推送给我说，你再拿这颗试试。我点点头，接过来测试。很快，测试球的颜色和之前一样，先是变换着出现了多种深色，最后变成神秘混沌色。这次无论是宗主还是其他人，就算不敢相信，都接受了这个亲眼所见的震惊事实。接着，宗主脸上露出狂喜之色，还真是混沌灵根。宗主立即激活一枚传音符，向祖地修为实力最强、身份最高，又早已不管事的太上大长老传信。这可是大事，只能打扰太上大长老了。相比起我爹等人依旧带着的不可置信，玉直笑了笑，趁着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看向我问：江可惜，本店主想收你为亲传弟子，你可愿意？你只要到我们西岳殿修炼，一应的修炼资源我们会尽可能提供。本店主还擅长傀儡术，除了能亲自教导你修炼外，还能教你这门术法，并赐你结丹期实力的傀儡保护。在场的人，这家伙太狡猾了，竟这么快反应过来，收绝世天才为弟子。其他人当然也不想错过，纷纷向我抛来了橄榄枝，同时都给出了不轻的承诺。我爹这会是又气又急又后悔，他没忍住扫了扫这些人，黑着脸：你们可别忘了，江可惜是我太阳殿的弟子，怎么可能认你们为师？然后他看向我，神色比之前温和慈爱了许多。可惜之前魏父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才误会了你。你放心，只要你继续留在太阳殿，魏父不但能指导你修炼，还能亲自教导指点你炼丹术。我是他的亲生女儿，我有这样的绝世天资，他当然不能便宜别人。他相信以我对他们的在意，应该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不选其他人。于是期待地看着我，等着我回答。得知消息后，匆匆赶来的我娘也被我爆出来的绝世资质给完全震惊到了。要早知道是这样，他这个继室何必时刻讨好着前夫人留下的女儿江荣月，将我这个亲女嫌弃到泥底。但一想到他就算对我再怎么坏，她也是我的亲娘，我娘顿时就放下心来，满眼慈爱，温柔地看向我规劝：可惜咱们可是一家人，还是留在玄阳殿对你才最好，我们也能多看顾着你些。一旁的江荣月没说话，指甲却深深嵌入掌心。我这个贱丫头，不但从废材变天才，还让这么多宗门高层抢着收徒，风光无限。她恨啊，不过却也没有阻止。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有一种感觉，我留在太阳殿对她才更有利。我露出嘲讽之色，看向我爹等人：回太阳殿就不用了，你们能为江荣月害我一次，就能害我第二次、第三次。我又不是傻子，同样的坑会跳2次。再说，我之前可是立下了天道誓言，挖骨还你们，和你们断绝了关系，所以可别再说什么一家人和补偿的话。你们不恶心，我还恶心呢。这话让我爹等人脸色变了变，更气得不行。我没有再搭理他们，而是看向玉直等人道：拜师没问题，可我却需要一个公道。如果谁能帮我讨回公道，让江荣月得到应有的暗门规惩罚，我就愿意拜谁为师。否则若连公道都没有，我就只能离开宗门，另找修炼之地了。这让之前想收我为徒的人不由得露出为难之色。他们想收我为亲传弟子，心里也想帮我讨回公道。可江荣月背后站着宗门的一位太上长老，还态度坚定地出来保他，无论实力还是身份地位，都不是他们能对抗的。他们有心无力啊！只有玉直眼中的笑意浓了浓。本店主愿意为你讨回公道。接着，他对着祖地的方向喊：爹，你赶快来为你未来徒孙做主撑腰吧。我爹有个太上老祖的爹，他也有，而且他爹是元婴后期，江老头只是元婴初期，可不怕对方。果然，半空中响起一道同样威严的声音：宗门的门规不可破，江荣月残，害同门就得罚。再说现在谁是皓月，谁是萤火，已经一清二楚。用江老祖的话，修仙界就是那么残酷，天赋实力为尊，天赋比不上，那就只能认清自己，老老实实去认罚吧。至于1年之后的比试，混沌灵根又领悟强悍的江可惜，不是更有希望为宗门争光吗？此时又有一道更为浑厚威严的声音响起：宗主直接对江荣月按门规处置，门规不可破，确实得给江可惜一个公道。这位是已经不管事的太上大老祖，更是宗门最强的支柱。大家没想到这事竟还惊动了这位，这话也让我爹等人脸色一变。在祖地盘坐的江老祖脸色更是阴沉如墨，他修为实力没玉老祖强，外加那位都出来表态了，因此他只能选择沉默。宗主立即恭敬地应下，然后让执法堂的人将江荣月带去黑狱惩罚1个月。我爹不敢再阻拦，只觉得憋屈难受的厉害。江荣月心里尽是愤怒不甘，更是不解，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他总觉得不该是这样的，明明受罚的该是我才对。他心里恨得不行，这个仇他一定要报回来的。看到江荣月在我的力争下终于得到了惩罚，我松了口气，果然没有了那种束缚之力。原本的剧情走向是可以改变的，哪怕女主气运旺盛，也不是不能反压。我对玉直拱拱手道：多谢玉店主。玉直轻笑：还叫玉店主？我一愣，接着也露出个笑容，对他行了个弟子礼。徒儿拜见师傅。玉直愉悦地笑出声来：好，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传小弟子，你前面还有5个师兄。对比玉直的喜悦，我爹等人脸黑的不能再黑了。我爹眸色深沉，看向我：你真要离开太阳殿？我直视他，坚定点头。当然。我爹眯了眯眼：希望将来你不会后悔，他一定要让我这个孽女以后哭着求着回来。我哪里看不出来他的想法，嗤笑：放心，我绝对不会后悔。我娘脸色变了变，不敢置信地看向我：可惜你要离开娘，
我这个亲女要脱离他掌控的感觉，很让他不舒服，特别还是变成绝世天姿的亲女，所以他想用情亲为筹码，希望我能继续留在他身边。我笑笑，江夫人说笑了，我刚才已经挖骨还了你的生育之恩，外加这些年对你们领悟上的指点和付出陪伴，不再欠你们任何。既然断绝了关系，还请你不要再自称我娘，从今以后你就只是江荣月一个人的娘了。我成全让你如愿，你想必这回心里也很高兴吧？这话直插我娘肺管子。今天之后，背后肯定会有人议论，说她这个亲娘偏心继女，而逼得亲生女儿挖骨断亲，还会笑话他们有眼无珠，将这般的绝世天姿女儿推出去。我娘想起来就觉得脸面无光，更是无比难受，没忍住对我生出更多怨气。她对我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继母难当，她还要扶持娘家，我怎么就不多为她这个娘想想？我娘一脸受伤，我怎么可能高兴？你是我的女儿啊！我对这位亲娘的性子早就了解，这就是夺老白莲。对我这亲生女儿确实有那么一丢丢感情，但比起利益、丈夫和母族来，我根本算不了什么，是随时都能舍弃的存在。当年你因为江荣月一句不喜妹妹，主动将我送走，今天因为维护江荣月，推我这个亲生女儿当替罪羊，这样的母爱我更承受不起，所以以后还是不要往来了。说完，我不再看我娘演戏，用尽最后的灵力将之前挖出的骸骨捏碎，让其消散。骸骨可不能留下，让女主得了去。就在骸骨彻底消散时，江荣月突然摸了摸心口，这里疼了一下，像是空了空，总感觉有什么对她非常重要的东西失去了。玉直看完这一场闹剧后，一挥手带着我瞬间消失在原地，留下我爹等人脸色更难看。这次真是失算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他们感受到四周宗门高层和弟子们投来各种看笑话和嘲讽的目光，生出种从未有过的难堪和愤怒。时间一晃过10天过去了，师傅所说的5个师兄，我目前只见到了大师兄，其余4位师兄还在外历练。但我知道，在今天女主又会有新的帮手出现，而那个人就是大师兄的弟弟萧炎。所以今日一大早，我就缠在大师兄身边，让他教我练功。果然，就在我们准备回西岳殿的路上，遇到了一名表面看上去阳光开朗的少年，笑着迎了上来。他眼中尽是崇拜，亲近的看向大师兄，笑着招呼：“大哥，我知道你多了一名混沌灵根的师妹，所以想来恭喜下。”听他这么称呼大师兄，我就知道他是谁了。女主池塘里的一位，对女主是忠犬，对知亲却是个白眼狼。我大师兄成为前期的大反派之一，和这位嫡亲弟弟有很大关系。萧炎接着用好奇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这位就是江师妹吧？这么看着果然不一般。我能感觉得出来，萧炎表面对我好奇友善，可其实却有几分敌意和厌恶。对方会这样倒是正常，毕竟在半年前，萧炎和江荣月一起出宗做任务，萧炎不小心中了毒，江荣月很善良，大方的送了他一颗解毒丹。也从那会起，萧炎就喜欢上了江荣月。表面上两人没有往来，背地里却没少联系。萧炎自己得到了好东西，或者从大师兄这里讨要到什么好东西，就会暗地里送给江荣月。以后江荣月会抢大师兄发现的一处大机缘。萧炎为了心上人，直接捅了亲哥一刀，并和女主其他的男人一起将大师兄打到一个空间裂缝里。我对萧炎淡淡地点点头，萧师兄好。萧炎发现我对他的态度很冷淡，心下很不悦。我这贱女人害荣月深陷黑狱，还有脸跟着他哥到处走，真是不公。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混沌灵根的绝世资质？我哪里配？换成荣月还差不多。萧炎收起内心的不满，对我笑笑，然后对大师兄说：“哥，那我和你们一起西岳殿吧。”大师兄自然发现了我对他弟的冷淡，于是大师兄对萧炎道：“我还要带我师妹去几个地方，今天不太方便，你明天再来找我吧。”萧炎脸上的笑容一僵，虽然很快演下去，但却被眼尖的大师兄和我发现了。他扯出个点头：“行，那我明天再来找你。”和萧炎分开之后，大师兄和我一起回西岳殿，送我到我住的院子。我从储物袋里拿出茶具和灵茶，亲自气泡起来。泡好后，倒了一杯递给大师兄，开门见山的问：“师兄，你不好奇我为什么会对你弟弟冷淡，甚至不喜吗？”大师兄就猜到我要说这个，他失笑道：“要是不好奇是假的，但我也不想主动问出，让师妹为难。”他虽然和我接触的时间不长，但却大致有些了解我的性子。按理说，看在萧炎是他亲弟的份上，我应该不会当着他表现冷淡不喜来，可我却这么做了，那说明其中必有原因。我听他这么说，就知道这个大师兄果然聪明，心思也很剔透。我知道一些关于令弟的事。大师兄没有说话，只是抬眸静静地看着我，等着下文。我继续道：“半年前，萧炎和江荣月一起出去做任务，中毒之后被江荣月送了一颗解毒丹。自此之后，萧炎就喜欢上了江荣月，暗地里没少给江荣月送好东西。”我看大师兄先是露出个惊讶的表情，接着像是了然，就猜到大师兄应该怀疑过他弟找他要的好东西拿去给别人用了，只是对象是江荣月惊讶。接着我半真半假的又道：“有一次令弟来找江荣月，被我无意中碰到了。那会儿我在一个角落没有出去，于是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才知道他送江荣月的那些东西大多都是从师兄这里讨要到的。我对他不喜，并不是因为他将你给的东西转送给江荣月，而是因为他接下去和江荣月说的话。江荣月言语中挑拨你们兄弟的关系，说你表面对萧炎这个弟弟好，可进了内宗那么久都没想着将萧炎赶快带入内宗，还要让萧炎等2年，靠自己考核进来，有些太冷情了。”萧炎不但没有反驳，还颇为赞同，更说你之所以能拜玉殿主为师，主要还是因为他当年你发现有高人在附近，就故意要自爆救他，表现出兄弟情深的做派，你这才会被玉殿主看上，并主动收为亲传大弟子。我见大师兄脸上的淡笑逐渐消失，叹了口气，继续道：“他说你还很虚伪，为了在玉殿主面前表现，主动提出要带他一起，不然就要放弃机会。说你这一招以退为进，是个好算计，果然让玉殿主更看重你。可玉殿主将他丢到外宗，
你却不再帮他求情带去内宗，之后还假惺惺的表现兄弟情，给他东西修炼，让他去参加外宗及内宗的考核。明明你帮着运作一下，他根本就不用等2年的。之后你有什么好东西？也没有第一时间想到他这个亲弟弟能得到那么多送给江荣月，都是他主动为江荣月谋划讨来的。他言语间对师兄怨气很大，他还对江荣月许诺会将师兄才得到没多久的一种吞噬玉和灵药要来送给他。我实在是对这种白眼狼喜欢不起来，特别是我自己也经历过背叛伤害，所以怕他们将来也这样对待师兄，所以这才没有忍住告知师兄。这当然不是我听到的，不过我也不是说谎，而是看到书里有一段这样的内容，一方面为了突出忠犬男对女主的深情和付出，另一方面也是铺垫大师兄对萧炎并不是那么真心的兄弟情，所以萧炎后期算计围杀大师兄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大师兄听完之后沉默片刻，对这个结果并不是很意外的感觉，可能潜意识里他早就感觉到了弟弟的两面派，只是没深究，最近才感知到不对。他对我拱拱手，多谢师妹告知了。我笑笑，师兄客气了。今天萧炎找师兄，我猜测应该是为了那朵灵药来的，我只是不想师兄再上当，也不想师兄再被他们不停的逮着薅羊毛吸血，这才没忍住提醒告知。江荣月去黑域受罚，江老头等人是插不了手的，被折磨的受伤不可避免，而最好的自补修复东西并不是丹药，而是大师兄手里的那朵灵药。不得不说，女主的运道就是厉害，就是在黑域受苦，外面都有人为其谋划。要是让萧炎拿到灵药之后送给江荣月，江荣月的伤不但会好得很快，滋养修复补上，亏空后身体还能得到很大好处。那黑域对江荣月来说就不是折磨，而变成一种魔力了，这可不是我要的结果。大师兄对我颔首，为兄会注意的。他会去证实，如果确定弟弟是白眼狼，那以后就滚一边去吧。在这点上，他和我是一致的，真心付出得到的是捅刀背叛，那便断了关系。大师兄做了会就离开了，我则回房间，从储物袋里拿出一堆下品灵石，摆了一个聚灵阵法，开始吸收炼化起来，提升实力迫不及待。所以怎么快怎么来，先冲到炼气圆满再积累。要是别人发现我这样修炼，肯定会忍不住心里滴血，这也太奢侈了。另一边，大师兄没有直接回去，而是去了宗门一名核心弟子的住处。在宗门，有的人成了核心弟子之后，就会收内外宗的弟子们组建一些势力。大师兄要找的就是其中一支弟子组建势力的头领，这支势力很擅长打探消息和查事。当天晚上，大师兄就收到了那位核心弟子派人送来的消息，上面果然记录了萧炎私下和江荣月约见多次，两人大多数都是在某个山头或者宗外的房室酒楼见面。消息上还记录了一件很凑巧的事，有一次两人逛房室，刚好有一名那股势力的弟子在旁边买东西，就听到了江荣月挑唆萧炎和他关系的话，而萧炎没有反驳，反而为了讨心上人欢心，一直附和。除了这些外，昨天他弟还去了一趟黑域，虽然没有见到江荣月，却让看守帮忙传话，说会帮他找到疗伤的灵药，让他坚持住。大师兄看着情报上的内容，眸色渐冷，这就是他从小护着长大，付出那么多心血和资源培养的亲弟弟。呵，第二天，萧炎一早就来找大师兄，大师兄面上依旧带着温和的笑容，随意问了问萧炎最近修炼的情况，这是两兄弟见面基本会做的事。同时，他这次也细致观察起弟弟的反应，发现弟弟表面笑着让他指点，其实却隐藏着一种不耐烦。虽然同样是筑基期，但大师兄是后期，萧炎是初期，实力底蕴和天赋，大师兄也要高出不少，所以只要用心看，还是能发现端倪的。以前因为是亲弟弟，并不愿意怀疑对方什么，外加大师兄有一种感觉，以前像是被什么遮掩了一样，所以他才忽略了这些。大师兄这次的指点很敷衍，随便说几句就停了。萧炎本来也不是真找他指点的，于是应付了几句，就开始进入了正题。他笑问：“哥，你上次出去是不是找到了一株能治愈修复伤势的灵药？”大师兄漫不经心地回道：“是啊，怎么了？”萧炎凑到他面前，亲昵讨好地说：“哥，那株灵药你给我吧。”大师兄挑眉：“你要那灵药干嘛？”萧炎早就想好了借口：“我和殿中关系好的弟子约着想外出去历练一番，这次的历练比较危险，我想着带株这样的灵药更保险，所以你给我好不好？”萧炎想着，只要关系到他的危险，哥哥肯定会给。大师兄却摇头：“不好。”这话让萧炎脸色变了变。哥，为什么我很需要这种灵药啊？他仔细去打看过，这种灵药对荣月可比什么疗伤丹药都有用。大师兄看着他：“因为我前几天已经将那种灵药服用了。”他当然没用，但这样无论是弟弟还是江荣月都不用再惦记了。萧炎眼中露出几分从未有过的气急败坏：“你又没受伤，干嘛要服用那种灵药？”那应该是荣月的啊，他哥怎么能用了呢？大师兄冷笑：“我之前出去本来就受了伤，只是你没问和注意到，我就没说罢了。怎么，我自己找到的灵药还不能用了？”果然，这个弟弟从来没养熟过。萧炎发现哥哥的态度有点冷，他虽然不爽，却压了下去。他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哥，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才关心地问：“你之前居然受了伤，那你怎么不和我说呢？”大师兄淡淡道：“我心里有数，就不用你操心了。”萧炎没多想，敷衍着说了几句关心的话，没忍住问：“哥，那灵药你在哪里找的？能不能帮忙再去找一株？”他强调：“我真的很需要。”大师兄不想再和他周旋应付：“是你需要，还是江荣月需要？”这话让萧炎眼瞳缩了缩，他反应很快：“哥，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他知道哥哥的性子很较真护短，现在认了我这个小贱人为师妹，应该不会喜欢荣月，所以不能暴露他和荣月的关系。大师兄直接将一枚玉简扔给他，看完就走吧。萧炎很是莫名，接过玉简用灵石查看，看完之后脸色变换了好几次，他心慌又气愤。你居然让人查我！大师兄冷冷地看着他，要是不查，我又怎么会知道你是只养不熟的白眼狼？以后都别来找我了，我们的兄弟情分今天就尽了。萧炎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师兄冷漠地道：我们从今以后一刀两断，再无任何关系的意思。以前给你的那些东西，我就当喂狗了，你可以走了。萧炎彻底慌了，哥，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和荣月就随便说了玩的，不是真那么想。他更立即哀求：我错了，你别不认我，你现在可是我唯一的亲人啊！他们父母早逝，他是哥哥拉着长大的，族中的那些族人亲戚，在当年将他推出去给邪修时就断了关系。大师兄却挥挥手：晚了，我说出的话不会收回，就这样吧。接着一股力量落在萧炎身上，直接将他整个人带飞出院子。他被扔出去，摔在外面的地上后，院子门立即关上。大师兄还对伺候的傀儡下了命令，以后不让萧炎进门，同时还从另一道门离开，去了宗门的任务公告店。这里不只是宗门可以发布任务，弟子也能发任务或者花钱公告某些事，让全宗知道他花灵石买了个显眼的晶石，显示牌位置，公告了和萧炎断绝关系的消息10天。他就是要让宗门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和萧炎断绝了关系，以后萧炎有任何事都和无关，这样萧炎就无法再打着他的旗号做什么，别人也不用看在他的份上给萧炎什么面子或者好处。而被丢出来的萧炎低着头，脸扭曲了一瞬，眼中尽是怨恨。他哥竟然这般对他，简直太过分了，就像是荣月说的，太冷情冷血了。他气得不行，爬起来沉着脸转身就走。他就不信以他哥对他的在意，会真那么狠心的断绝关系。萧炎并没有回去，而是去了我住的地方。他哥哥这般的做派绝对是我挑唆的，否则他哥怎么可能突然去查他和江荣月的关系，断关系什么的，更是被我带坏了。原本他今天还准备要到灵药之后再让哥哥帮忙转送我一份大礼，现在哥哥暂时指望不上，他又等不及，只能他来了。我正在修炼傀儡，来报萧炎拜访，这倒是有些意外。就在刚刚，我收到大师兄的一张传音符，说已经和萧炎断了关系，说是怕萧炎迁怒我，还提醒我防着点。这才没过一会儿，萧炎居然就来了。我站起身走去院子坐下，让傀儡开门带萧炎进来。萧炎这会已经调整了面上的表情，他依旧友善地看向我招呼：师妹打扰了。我看着他，也同样是之前的冷淡不喜，说话更是能噎死人。知道打扰了，你还来？萧炎是抱着目的来的，否则绝对气得转身就走。于是苦笑道：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师妹，让你这么见不惯我。我今天过来主要是恭喜师妹，然后替我哥送师妹一份礼物。这话可以有2层意思，他送的或者帮他哥送的。我挑眉，我倒是要看看这白眼狼打的什么主意。萧炎立即拿出一个锦盒放到桌上，对，就是这个。我打开木盒，一股带着灵气的清香从里面溢出，盒子里躺着一块乳黄色晶莹透剔的石头，石头里有一朵花，花上握着一只灵蝉，这是一种很难得的药石。萧炎笑着说：这是一块千年药石，每天佩戴在身上，不但能提神醒脑，修炼时运转功法，还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从盒子里拿出药石看了看，抬头对他问：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留着自己用？看完药石之后，我就确定了，萧炎果然没安好心，这是想要为江荣月报仇呢。萧炎温和地笑道：这是我无意之中得到，原本想要送我哥的，但我哥更关心江师妹，我想着这东西确实更适合师妹，就送过来给你了。潜意思就是他送给他哥，他哥却想到了我，这才送来的，这样我就不会拒绝了。再说这么好的东西，谁又会拒绝呢？要不是这玩意儿变异了，他也舍不得拿出来送我，而是送荣月了。我把玩着药石，似笑非笑的看向萧炎：你确定要将这东西送我？萧炎点头：当然了，这可是我特意带来送给师妹的，你是我哥的小师妹，我自然也爱屋及乌。他又叹了口气，不管师妹因为什么对我有意见，只希望师妹不要再对我有什么误会。虽然心里对我厌恶的厉害，但他却不会表现出来，以后还会时常和我来往，再送我点礼物。我拿着钥匙起身站到旁边的一尊傀儡后面，这个动作让萧炎很是莫名。接着他才发现那只傀儡给他一种很高深很强的感觉，想起宗门大会谕旨对我收徒的许诺，想必这就是赐给我的结丹期傀儡吧。一时间他都忍不住嫉妒了，他不解地看向我：师妹这是什么意思？不过马上他就知道原因了。只见我突然拿出一张扩音符激活，扯开嗓子喊道：师傅，有人上门要害我。萧炎是筑基期，我才炼气5层，刚回来没多久，很多手段还没有搞出来，所以就来个最直接的吧。师傅说了，只要在宗门谁要是想欺负我，我就直接大喊。还给了我好几张扩音符，用了扩音符之后，我喊的声音整个内宗几乎都能听到。萧炎要用阴谋算计我，那我就用阳谋还击，有种对方也叫个老的出来。就算萧炎真能叫一个出来，那我师傅不是还能再喊个爹出来吗？又不是没喊过。再说这可都是江荣月那些人教会我的道理呢，之前不就是为了保江荣月，前爹等人先上，不行了就喊江老头。而且这种东西我感觉可不像是萧炎能找到和知道的，背后怕是有人。我这样大喊的大家都知道，也能起到一个在全宗杀鸡儆猴的作用。谁想动我害我，就要做好闹得全宗皆知的地步。谁要想保萧炎，也得考虑下还要不要名声了。来啊，要玩就玩大点呗。萧炎满脸的错愕和吃惊，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干。他脸一下青一下红，突然一道霸气的声音响起：我看谁敢害我徒儿。虽然没有用扩音符，但声音故意用灵力散开，全宗也都听到了。萧炎一脸无语，果然这西月殿的人从玉职开始就没一个正常的，谁特娘的在宗门会用扩音符或者灵力加持声音互相喊话？这会宗门上到祖地的老祖，下到普通的弟子，全都听到了这对师徒的话。大家不由得抽了抽嘴角，接着大家都不由得生出几分好奇。现在我可是宗门和西月殿最重视
世的绝世天才，是谁那么勇，居然敢跑去害我？而玉植这会已经出现在我的院子，他落在我身旁，皱眉不悦地看着萧炎。乖徒，是这混蛋玩意儿想害你。我立即凑到师傅旁边，委屈巴巴地点头。对，就是他想害我。萧炎想掐死我的心都有了，他青红着脸，立即反驳解释：我没有，玉店主，我就是来给江师妹送礼的，根本没有动她一根指头。我也不知道江师妹为什么会那么看我不顺眼，而故意诬陷我。他心里却生出种说不出来的慌张。我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不可能。要不是师母送这玩意给他时特意说过是变异的，使用的小心，他都不知道这东西有问题。他做事历来也都比较谨慎小心，因此决定要用这个对付我时，他还去宗门翻阅了药师介绍，更打听过不少关于药师的消息，又去五行殿拿给擅长炼药的师兄和师叔看过，他们都只看出来这是对修炼极好、很难得的药石，所以他送给我这个，谁能看出来有问题，只会觉得他大方，到时候连他哥都可能，因此缓和跟他的关系。他安抚自己不要慌，玉植自然无条件相信自己的弟子。他看向我说：乖徒，为师相信你说的，他是要怎么害你？我抬手拿着药石晃了晃，他就是要用这个害我。而就在此时，宗主和另外2名长老也赶了过来，实在是已经听到师徒俩的对话，不过来看看说不过去，而且我现在可是宗门天赋最好的弟子，他们也不能让人害我。宗主3人刚到就听到了我的话，3人将目光落在他手上。这是药石，药石不都对炼丹或者修炼有好处吗？所以他们不解这玩意怎么害我。我一看就知道他们对药石并不是很了解，不过这玩意非常难生成，所以辨识不出来好坏也正常。我也是曾经翻阅宗门典藏楼，在一份残缺的读物榜上看到的，所以才很有把握的喊出来，因为有证据。我将钥匙摊开，这虽然是药石，但却是变异的。我之前一直拿着药石，又躲到傀儡后面，也是为了防止萧炎抢回去。你们看里面的蝉，一直盯着他看，是不是会有点眩晕感？宗主好奇地问。听了我的话，玉植和宗主3人都盯着药石里的蝉看，果然很快就有种眩晕感，不强烈，但也能说明问题了。我回道，这是一种上古变异吞噬蝉，如果用来修炼，不知不觉中就会被它吞噬灵石，等吞噬的灵石到一定的程度，就能让它苏醒，接着会分泌出一种无形无味的东西，钻到那修仙者的身体里，缠住其灵根，然后一点点的吞噬灵根为养分，壮大它自己。越是资质绝佳的灵根，对它越是大补和吸引。只要我的灵根被它吞噬后，它就能彻底苏醒，并从药石里脱离出来，然后主动回到曾对药石滴血的人手里，认主成为对方的受宠。它能专门攻击修土的灵石和灵根，以后这强悍的毒物也能成为那人对付修土的一种阴狠手段。这样的手段防不胜防，毕竟知道的人不多，一中招不但灵石受损，灵根更是要废，还可能找不到原因。这蝉是有什么问题？吞噬灵石很强的灵蚕受宠，十有八九就是这玩意脱离药石出去的。听到我的话，萧炎眸子缩了缩，更是心惊不已。我竟然真知道，而且知道的比他还多，这怎么可能？他都不知道这玩意还能脱离药石成为受宠？不行，残害同门这事他可不能认。他做出一副无辜的表情，师妹，你这故事编的也太离谱了吧？这明明就是一块对修炼有利的药石，你要是不喜不要便是，何必编出这种听都没听过的事来陷害我呢？他就不信我为了证明这玩意有问题，会用自己亲自尝试来证明，那样可是很危险的。其他人也不可能那么傻，而宗主等人都没有认出来，拿去五行殿丹术堂也一样不可能认出来。玉植却冷哼一声，他无条件相信乖徒。听到这话，感觉到了师父全新的信任，让我心里一暖。这是曾经我最需要的东西，现在也有人给我了。师父果然很好。萧炎气得要死，我对玉植露出个乖巧的笑容。虽然书里没说药石的事，但却提过江荣月有一只能吞噬灵石很强的灵蚕受宠，这怎么可能？宗主开口问，以之前我的行事作风，怕是真能拿出证据来喊那么大声，摆明了就是要闹得全宗知道。将他们召来，我恭敬地回道，宗主，弟子确实有证据，不过证据不在我手里，而是在宗门的典藏楼，所以需要麻烦你们一起去一趟，否则我怕说出来，萧炎如果还有同伙的话，先我们一步将证据拿走就不好了。如果有人将这玩意给萧炎，那听到我的喊声肯定就会关注这里，所以我可没忽悠人，现在更说出来，就有人会盯着典藏楼，背后的人也没法敢去行动。萧炎这会装出来的镇定表情快要绷不住了。典藏楼里有什么证据？难道是相关典籍？不对啊，他可特意去翻过药石和灵物的典籍，上面根本没有上古变异蝉的介绍，我不会是故意炸他的吧？他继续不承认。我徒弟说你害他，那就肯定是真的，我徒弟才不会瞎编，你狡辩也没用。我瞥了他一眼，接着宗主放出一件葫芦法器，大家跳上去朝着藏书楼飞去。因为玉植和宗主没有设置禁止，之前结丹期和元婴期修为的人已经通过释放灵石听完了我的话，这回灵石也跟着我们，显然都在关注这件事。结丹期之下的管事和弟子们也在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样很关注。玉植站在葫芦上，故意用灵力加持声音，全宗喊话。这个玉植的护短和肆意最是让人讨厌。既然我想闹开，那就再闹大点吧。我眼睛亮晶晶的看向他，我就知道师傅最好了，眼睛更是雪亮的。大家一起来吃瓜，多好！玉植俊脸露出个得意的笑容。江可惜，你能用什么来证明之前说的都真的？不行，毕竟萧炎是他们七星殿的人，虽然不是他的亲传，但却是他的记名弟子。这要是真的，丢人的还有他这个师傅和整个七星殿。因为之前我的事，太阳殿就没少被看笑话。现在宗门还有人背地里说闲话，更甚至消息传出宗门之后，还有其他宗门的结丹期高层特意传消息询问我爹，表面对他有个混沌灵根的女儿恭喜，又遗憾惋惜，怎么这样的好苗子就落到了玉植那疯子手里？实际主要就是故意看我爹的笑话，也因此我爹和他的几个弟子最近都闭关了，向林不由得看向妻子，毕竟自己妻子可是江荣月的亲姨妈。前段时间我把江荣月送进黑狱一事，可是闹得全宗人尽皆知了，自己妻子当时可是气得将卧室里的花瓶全给砸了梁七荣，没有否定。师妹可别胡乱泼脏水，我没有害你。
更没有什么同伙。向林皱眉，希望一会儿去典藏楼看完证据之后，你还能笑得出来。梁七荣冷笑，他一直都知道萧炎喜欢荣月，有什么好东西都会送荣月。江荣月被我害去黑日受罚，萧炎也是很愤怒的，所以他就故意赐了萧炎那块钥匙，以萧炎的性子，十有八九会借助他哥的关系去送给我，这样他真正的目的就达到了。只可惜，那我这件丫头竟能认出变异钥匙来。听梁七荣这么说，向林松了口气。想看热闹的都去典藏楼。梁七荣不在意地说：“师傅那么会为大家着想，这宗门可真是不能缺了。师傅。”向林眉头又蹙了蹙。那是我乖徒就是喜欢说实话。梁七荣不以为意，宗主等人觉得这两师徒真是够了，而且他们突然有种去了西月殿之后，不但西月殿以后可能不缺热闹，连宗门怕是也一样。宗门的高层听到玉植的话后，一个个都有点头疼，这混蛋真是不嫌事大，特别是远处七星殿的店主向林，脸色更是难看。向林点点头，那钥匙是你拿给萧炎的吗？梁七荣脸上露出丝狠辣，是我给了，这有什么？要是真被江可惜拿出证据来，萧炎攀扯到你身上怎么办？还有，你是不是太心急了点？江可惜因为天赋的事，最近风头大盛，被宗主等人看中。你在这种时候对他下手，也太不明智了。只要能毁了那小贱人的天赋，宗门的高层又能拿我怎么样？更何况我做事肯定不可能让他们抓住把柄证据。我给萧炎药师，是作为他帮我做事的奖励。我确实告诉了他药石变异之后的作用，但却没有让他拿去送江可惜，更甚至连暗示都没有。所以再怎么攀扯，也找不到我身上来。只可惜让江可惜那贱丫头躲了过去。虽然不会攀扯到你身上，但这东西是你赏赐给萧炎的。玉植等人也不是傻子，就算怀疑我，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到时候将萧炎推出去就行了。话是这么说，但玉植那疯子非常护短，我怕他就算只是怀疑，也要来找我们的茬。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指使的，他敢直接来找茬，你就去找宗门高层解决好了。也只有这样了，他自己的亲爹都没有对他下手，你又何必盯着他针对呢？为此和玉植闹僵，让宗门高层不喜，可不划算。他爹那人就是怂货，亏得我姐姐当年对他那么好。荣月是姐姐唯一的血脉，更是我照顾长大的，我将她当亲生女儿看待，怎么能容忍那贱丫头害荣月？要不是我主动暴露天赋，还离开了太阳殿，就凭那我害了荣月的名声，她都不准备放过我。更何况我还将荣月害去黑狱受苦，可心疼死她了。也因此那天她丈夫想收我为徒，她都没有反对，就是打算等我来了他们的齐心殿，她有的是法子暗中收拾我。只可惜我选了玉植的西月殿，不过就算这次我躲了过去，以后她也不会放过我的。向林一看梁七荣这执着的模样，就知道她听不进自己的话去，只能叹口气道：就算要再动手，也缓缓吧。梁七荣这才点点头，放心，我不会让自己陷进去的，也不会牵连到你身上。你要去典藏楼看看吗？向林想了想道：不去了，否则我怕被玉植缠上。接着他放开灵石，继续盯着典藏楼的动向。梁七荣虽然刚进入结丹期没多久，但也能做到用灵石查探，做了同样的动作。他也在典藏楼查过药石，但却没有发现变异上古灵蚕的介绍，只希望我是糊弄人的。另一边，宗主等人到了典藏楼，这会附近的弟子都已经跑来等着看戏，还有更多的人往典藏楼赶来。一行人进去，然后纷纷看向我。我没有上楼，就在一楼走到最里面一排架子面前，伸手从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将一枚泛黄又缺了个角的玉简拿了起来。这玉简里记录着不少稀奇的毒物，其中就有这种变异的上古灵蚕药石。看到我找出来的玉简，萧炎直接懵了，他是真没想到我还真找到了出处，还是从一块一看就残缺又不重要的玉简里找到的。这玩意还是什么稀奇毒物介绍？宗里的弟子谁没事会找这种玉简看？我有毛病吧？别说是他，就是宗主等人都有些吃惊。全宗的人都知道典藏楼一楼的典籍用处不大，要不都是最简单的不那么实用的，要不就是有残缺的，一般也只有刚入门没多久或者练期1、2层的弟子会翻看下。谁曾想我不但看了还记住。宗主接过玉简探入灵石，果然找到了这种药石的介绍。他看向萧炎，沉着脸说：里面确实有这种变异药石的记载，还是排名比较高的稀奇毒物。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萧炎脸色变了变，他自然是不会承认的。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变异药石，我只以为是好东西，比较适合江师妹，这才会送她，否则我和她无冤无仇，干嘛要这样害她？来看热闹的弟子们听到这话也想不通，萧炎为何要害我？两人以前都没有交集吧，所以也有些怀疑萧炎可能真不知道这玩意是变异害人的东西。可我的一句话却打破了他们的怀疑。因为你爱慕江荣月，你们像是道侣一样私下往来频繁，你这样害我，自然是要为他报仇。否则你得到这么难寻的灵物好东西，不自己留着用，会拿来送我这个只见过1、2面都不熟的师妹？是你傻，还是将我当傻子？我看着其他人问，换成是你们，会将药石拿去送人吗？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摇头。那肯定不会送的，除非是极为重要的人，否则他们得到这种灵物怎么可能送人？这么一想，萧炎确实很有问题。让他们还很惊讶的是，没想到萧炎背地里竟然和江荣月有那种关系。他们赶过来看热闹不亏，这戏真好看啊！萧炎气得脸都绿了。江可惜，你血口喷人，我和荣月师妹可是清白的。他不怕自己的名声被影响，可却容不得心上人的名声有污。就在这时，口门响起大师兄清冷的声音：你
们真要那么清白，也会从我这里讨要那么多好东西送给江荣月吗？他要是和你没关系，会接受那么些贵重之物吗？接着大师兄拿出一枚玉简，这里面有证据，你和江荣月这半年多私下来往频繁，你昨天去黑域探望过江荣月，今早还来找我讨要灵物，要送江荣月治伤。我是真没想到，你为了江荣月，不但算计怨恨我这个哥哥，竟还为了他要害宗门唯一的混沌灵根弟子，你简直太大胆了！以你的本事，这钥匙肯定不是你自己找来的，说吧。这是谁给你的？这话里包含了很多东西。之前不少弟子已经听说大师兄这位风云人物在任务公告里宣布和亲弟弟断绝关系，大家都还有些莫名。大师兄对萧炎可是出了名的好，怎么就要断关系了？现在一听就大致明白了，原来是萧炎为了江荣月算计和怨恨亲哥，是个白眼狼。大家看向萧炎的眼神都多出了几分鄙视和防备，更甚至平常和他关系还不错的弟子，这回都想着得远着点这种小人。萧炎不敢相信的看向大师兄，哥，你为了帮江可惜，竟然这样说我。大师兄皱眉，别叫我哥，我已经在任务殿向所有人公告，和你断了关系。萧炎瞪大眼睛，不可置信的神色更浓。你竟然来真的？我撇撇嘴，你这不是废话吗？对于你们这些养不熟的白眼狼，不真断绝关系，难道还等着被你们捅刀祸害吗？萧炎这次没忍住，狠狠地瞪了瞪我。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你不但害了荣月师妹，还挑唆我哥和我断绝关系，你怎么那么可恶？这回他要是有能力，绝对毫不犹豫地掐死我这死丫头。可话音才落，他就被一股力量掐住脖子，整个人被提溜到半空，一种窒息感传来，让他惊恐不已。玉旨冷哼：我乖徒也是你这种货色能诋毁的。这要不是在宗门当着这么多人，他一巴掌就将这白眼狼拍死了，不但坑他大徒弟，还害他小徒弟找死呢。萧炎的脸很快就被憋得青紫，一副快要断气的模样。大师兄冷眼看着，并不为所动。他和我一样，真心付出的时候是全心全意，一旦被捅刀辜负，那就不会再有任何在意。其他人都感叹玉店主果然不是一般的护短。不过这萧炎确实可恶，宗主等人看萧炎快要承受不住了，这才劝说玉店主，你先将人放下。萧炎既然犯了残害同门的错，还是按宗门规矩处罚吧。他们真怕玉旨一个用力就将萧炎掐死了。虽然这种白眼狼祸害确实不讨喜，但在宗门里也不能这样做。玉旨这才收手问：那你们要怎么惩罚他？宗主反问：你觉得呢？玉旨没回答，而是看向我问：乖徒，你想怎么惩罚这混账？我毫不犹豫的道：既然他对江荣月那么用情至深，那就也送他去黑域和心上人作伴吧，也算是成全他们做一对苦命鸳鸯吧，相信他们也会乐在其中的。说罢，我还感叹了一句：我们真是好人。被放下，半跪在地上，捂着脖子干咳的萧炎，听到这话，眼睛都气红了。我太歹毒了，竟要将他也弄去黑域受罚，还成全他们做苦命鸳鸯。他们一点都不需要这样的成全。我要是个好人，这世间就没好人了。这种无耻的话都能说出来。玉旨轻笑道：我乖徒就是太善良了，居然还想成全这种恶毒白眼之人。不过就由你吧。玉旨，然后看向宗主问：宗主，萧炎残害同门，送去和江荣月作伴是应该的吧？宗主和长老们交换了一个眼神，他点头道：残害同门理应送去黑域受罚，这本就是门规。又对身后一名长老吩咐：执法堂长老将萧炎送去黑域惩罚1月。萧炎自然不想去想反对，但也知道没有人帮他，他根本没法反对逃脱，只能在心里将这一笔仇记下。只是在萧炎要被带走时，我却突然看着他问：这钥匙是不是你师母给的？萧炎正在满心的仇恨，没想到我会这么问，本能的震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么问完，他立即反应了过来，我是故意炸他的，太阴险了。玉旨对我丢去一个还是我乖徒聪明的赞赏眼神，就算我不问，他也要问的。敢算计害他徒弟，他都不会就这么算了。他看着萧炎问：是梁七荣给你钥匙，让你害我乖徒的。他为了江荣月这个外甥女，算计害一个练气期的天才弟子，还真够无耻没下限的。萧炎心慌了慌，立即解释道：不，玉店主误会了，这钥匙只是之前我帮师母办成了一件事，他赏赐我的奖励，送给我这事是我自己心血来潮临时决定的，绝对和师母无关。师母给他这东西时，确实没有让他拿来害我，连暗示都没有。不过他也不是傻子，现在也反应了过来，难怪师母要奖励他这么贵重又对他修炼没有帮助的东西，原来是要借他的手去除掉我。只是他不可能将这种怀疑说出来，一来只是猜测，当不了证据；二来他是齐心殿的弟子，要是敢攀扯师母，回去之后他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而他能想到的，在场的聪明人也能想到。我看着萧炎道：你不敢卖了你师娘，我们懂。玉旨也点头道：我们懂，也知道该找谁算账了。萧炎张口要否定，不，我只是才说了2个字，就被玉旨用凌厉封口，又嫌弃的摆摆手。行了，一个小喽啰而已，话还真多。然后对执法长老递过去一个眼神，对方很识趣，立即让执法堂的弟子将萧炎送去黑域。萧炎有种要憋疯了的感觉，还有种恐慌后怕，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找他师母的麻烦，否则他就要麻烦了。然后在众多弟子的鄙视目光中被带走。玉旨接着再次用凌厉加持声音对着一个方向喊道：向林，你妻子敢害我宝贝徒弟，你们就做好被我以及西月殿报复的准备吧。他就是要让全宗乃至宗外的人知道，谁敢算计和动他宝贝徒弟，就等着他报复吧。向林已经用灵石探查了全过程，本来就生出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这会听到玉旨放话，心想这疯子果然盯上他们了，一边气妻子做事前没和他商量，一边又暗骂萧炎办事太蠢。他也用灵力加持回道：玉旨，你休要血口喷人，那都是萧炎的个人行为，和我妻子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事更和我无关，我都不知道。还不等向林说完，玉旨就不耐烦地回道：反正谁动我徒弟，我就和谁过不去，不管是你妻子还是萧炎，不都是你们齐心殿的？都说打狗要看主人，
我不找你找谁？在场的人无奈，玉店主竟将向店主的妻子比作狗，全宗也怕只有他敢了。向林气急，这混账讽刺他妻子是狗，那他成什么了？又被这么嚣张放话，真是太气人和膈应了。他虽然不想被疯子盯上，但毕竟是一店之主，也不能服软示弱，否则大家会怎么看他？于是冷哼一声：“你真是一如既往的喜欢胡搅蛮缠，你以为我们齐心店会怕？哼！”玉直也冷哼一声：“那你们就等着。”哼！向林一噎，这疯子果然还是那么讨厌，只是也不再开口，否则更丢人。接着还收回了零食，然后冷冷地瞥了妻子一眼。看你惹出来的大麻烦。梁七荣也气得不轻，那句打狗还要看主人，杀伤力不大，侮辱性却极强。要不是打不过玉直，他刚才都想冲过去抽死对方了。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讽刺他，这不是要让全宗人看他笑话吗？他脸都气绿了，没好气地回道：“我怎么会知道？那疯子没有证据，都放话要报复，这不是摆明和我们齐心店结怨吗？正常人谁会为了这么点小事来结怨的？毕竟我可没事，还反将萧炎弄去了黑狱呢。他的名声也被玉直这混账王八蛋败坏，真是太可恶了。”梁七荣委屈地看着向林道：“你可得给他点颜色看看，否则还以为我们齐心店好欺负呢。”不找回场子，他咽不下这口气。向林皱眉：“先看那疯子要怎么报复再说吧。”梁七荣觉得憋屈的难受，提议道：“要不联合江可惜他爹对付他，我可以去找他爹说。”向林一听就头疼不已。玉直那疯子不但本身的修为实力比我们强，还能调动好几只结丹期实力的傀儡作战。我就是和江可惜他爹联手，怕都不一定能敌他，更别说那疯子背后还有一尊实力强悍元婴期的爹撑腰。要是能揍那混蛋一顿，他们早就联手揍了。梁七荣烦躁的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就让他们骑到头上来？”向林也心烦，这还不是你和萧炎惹出来的。行了，我们先别动，看那疯子要干嘛再接招吧。梁七荣看出来丈夫的不悦，只能憋屈难受的点头：“行吧。”另一边解决了萧炎玉直，又找到了报复的对象，他对宗主几人拱拱手：“事情已经解决，我就带着徒弟先走了。”宗主几人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钥匙上，这玩意儿怎么处理呢？这东西留着就是个祸害。我立即将钥匙塞到师傅手里，让我师傅带回去之后毁了吧。玉直是极为聪明的，看我这样就有了点猜测，他将钥匙收到储物环里，对宗主保证：“放心，我回去之后就处理了这玩意儿。”对玉直的品性，宗主等人还是信任的。好，接着玉直带我和大师兄离开，回到西月殿后，玉直将那块钥匙拿出来，看着我问：“乖徒，这玩意儿你故意留下，是不是还有什么用处？否则就应该直接将这烫手山芋扔给宗主去处理了。”我笑着点头。师傅和我真有默契，这玩意儿佩戴在身上用来辅助修炼，是个祸害。这东西要苏醒，脱离外加越来越强，就得不停吞噬修土的灵石和灵根才行。我前世就被挖骨挖灵根，所以不可能留着这玩意，将其养成灵宠去害人。接着我话锋一转道：“不过我却知道一个很偏的丹方，如果将这玩意儿炼制成丹药，有利于增长修土的灵石和敏锐，不只是对炼器、筑基期修土有用，对结丹期修土也有用。只是结丹期修土服用效果会削弱，但多少也有帮助的。”我的灵魂很强，可灵石却跟不上，而5门术数的炼制都和灵石分不开。有了这药石，炼制的丹药就能解决我增长灵石的问题。虽然萧炎是想害我，但不得不说，也算是给我送了个大好处。玉直依旧是无条件相信我，将药石扔给我。那你就拿去炼丹吧。能增长灵石的丹药，他倒是听说过，但却没有见过。本宗和其他宗门没听说有谁会炼属于极为稀奇的丹药，我能炼制出来很厉害。接着又给了我一个乾坤袋，里面装着他手里所有结丹期之下能用的灵药。他补充了一句：“这些灵药你先拿着用，要缺什么灵药可以找我或者你师兄们。”大师兄也笑道：“对，如果我们没有，也能帮师妹去找。”他同样将储物环里有的灵药全都移到一个乾坤袋里给我。他们就这样一个小师妹，当然要宠着了。我心里一暖，好多谢师傅和师兄，我没有拒绝他们的好意，接过2个乾坤袋，以后炼制出好的丹药，我会提供给他们一起用的。我用灵石查看了下2个乾坤袋，然后吃惊不已，这里面的灵药也太多了。显然师傅和师兄将结丹期之下有用他们手里有的灵药都全给我了。我还在乾坤袋里看到了江荣月需要的那株灵药，我不由得看向大师兄：“师兄，这株能疗伤的灵药，你怎么也给我了？”大师兄微笑道：“放我手里也只是能疗下伤而已，我相信放到师妹手里会更有用。”我轻笑道：“大师兄有眼光，这株灵药用来当主要炼丹，不但能治疗身上的伤势，还能修复灵石、经络和丹田。等我炼丹到火候了，我就将这2种丹药炼制出来，送师傅和师兄们一些。炼制这2种丹药需要黄级中等的炼丹实力才行，我得尽快去丹术堂入门，然后提升炼丹术。”玉直和大师兄都颔首道：“我们等着。”接着玉直对大师兄说：“最近1个月，我们西月殿还没有冲宗内或者核心榜的弟子，都让他们去冲榜吧。主要找齐心殿和太阳殿的弟子挑战，任务殿那边也看看这2个殿弟子接的任务，咱们殿的弟子也都去，能抢就抢。那2殿的资源能截胡的都截胡了。等会儿我就先去找向林切磋。”玉直说要报复，可不是说了完完，不但要动真格的让2个殿主头疼，还要让那2殿的弟子们都想哭的对惹事之人抱怨。至于为什么要带上太阳殿，还不因为他们也欺负他，他本来就准备要报复的，现在就一起收拾好了。大师兄点头：“弟子明白。”他虽然在榜上的排名比另外2殿的弟子高，但也能主动找他们切磋，就算师傅不说，他也准备这么做。不过显然他们师徒都想到了一起，我心里又暖了暖。
多谢师傅和师兄，你们要为我出气，我也不能这样干看着，我也要让他们知道，虽然我现在只是练气期，但却不是那么好惹的。师傅和师兄那么给力，我也不能拖后腿呢。玉直笑容，伸了伸，乖徒为师，先带你们去看看我怎么揍向林内斯。我眼睛亮了亮，崇拜地看着他。好啊，我迫不及待想要欣赏师傅的英姿了。前世向林夫妻可没少帮着江荣月害我，特别是梁七荣这个江荣月的亲小姨，背地里没少阴我。这次更想借萧炎的手将我的灵根天赋毁了。如果真让他们办成这事，我的未来也等于毁了。这些账和仇我都用小本本一笔笔给他们记着呢。见我这模样，玉直心情更好，他放出一只飞禽傀儡，带着我们2个徒弟去了齐心殿。玉直嚣张肆意地喊道：“到齐心殿上，空停在阵法禁之外。”向林，我来找你切磋了，快滚出来！向林正坐在殿里和几位长老商量要怎么防备西月殿报复，还没有商量出结果，就听到玉直，这又是全宗都能听到的嚣张放话。向林无奈，这疯子怎么来的那么快？齐心殿的长老们也抽了抽嘴角，齐齐看向他。殿主怎么办？向林黑着脸道：“整个宗门，大家最烦、最怕的就是被西月殿的疯子纠缠上。能怎么办？只能出去迎战了。”他也不想去切磋，但如果不去的话，就是怯战，不但在全宗更丢人，让别人低看他，还将会影响将来勇往直前修炼的道心。那混蛋真是太毒了！长老们也纷纷叹了口气。这回大家都在心里想着，还是江殿主聪明，那么早就用闭关当借口躲是非了。向林叹了口气，闭关期间谁要是切磋之类的，自然不成。谁说不是呢？不过我爹能闭关躲他，却不能，毕竟才被放话就去闭关，这不是代表自己怕了？于是一个闪身，整个人出现在半空。他目光发冷的看着玉直开口，玉直挑眉：“你真要和我齐心殿撕破脸？这不废话吗？”向林满脸无奈：“难道只允许你们算计害我徒弟，还不能让我报复回来？”玉直却撇嘴：“都说了，那都是萧炎自己搞的，和我们无关。”不听不听，王八念经谁信？你谁是傻子？向林一噎，玉直又道：“你这混蛋才是王八。”向林冷哼一声：“别废话了，我今天就是来找你切磋的，直接动手吧。”那就来吧。然后2道身影瞬间站到了一起。玉直在动手前祭出了一个阵法，盘开了一个防护，这样他们的战斗就不会波及到2个徒弟和其他弟子。大师兄和我站在飞禽上看着，不多时，半空中出现多名身影。宗门大多数结丹期修土都来看热闹了，同时也想看看这2人交手的情况，看同境界修土交手对他们还是会有用的。宗门的其他弟子也纷纷赶来看热闹。筑基期的御剑飞行在远处观看，炼气期的就找个山头在更远处看。一开始2道人影交手，速度太快，让人眼花缭乱。可很快大家都能看清了，接着没忍住抽了抽嘴角，只见向店主10招都没有就落败了，更被御店主单方面碾压着打连环，手之力都没有。御店主还故意朝着向店主的脸打，片刻向店主就鼻青脸肿，十分狼狈。向林一直都知道玉直实力比他们几个店主强，可却没想到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心惊的同时更觉得屈辱丢人。这混蛋压着他竟朝着脸打他，还要不要脸了，实在是太可恶了。不想自己太狼狈和惨，他只能动用一些隐藏的手段，可却很快被玉直破解，继续被压着揍，最后不得不放出本命法器，一套小剑，既能防也能攻，但才给自己套了个剑盾。只见玉直突然从口中喷出一道墨绿的火，落在他的剑盾上，然后一股奇异的力量作用在他那套小剑上，接着他脸色大变，更喷出了一口血。向林震惊地看向玉直：“你竟然炼化了有腐蚀属性的灵火！灵火乃是天地间自己诞生的灵物，对修土和术师都极为有用。不过这玩意却很难寻找，就算遇到想要收服炼化为自己所用，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要玩火焚身。就连元婴期修土能收服灵火的都极少，实在是没想到玉直竟然收服炼化了一种还是有特殊属性的灵火，这疯子运气果然好。当然，就算他不想承认，也知道这和玉直的实力分不开。要换成他，光是接触这灵火都感觉有种很危险的感觉，要收服炼化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不连本命法器都被灵火焚烧受损了，不只是向林震惊和感叹宗门其他结丹期修土，包括祖弟这会释放临时观战的元婴期太上老祖们这会也都惊到了，这家伙也太强了。江老祖更是眉头深蹙，不由得想，要是他和玉直交起手来，虽然差着一个境界，但也怕会很难缠。向林怕本命法器继续受损，只能快速将其收回体内，就感觉整个丹田有股强烈的灼烧感，疼得差点站不稳身形。他没忍住开口道：“玉直，你这叫切磋吗？你这是故意找事吧？”玉直嗤笑：“你才看得出来我是故意找事呢。我说过，谁敢算计和感动我乖徒，都是和我玉直结仇。哼，我今天过来找你切磋，不过是练练手玩玩而已。只是真没想到，身为一殿之主，你会这么弱。”向林被气得喷了一口血出来，这疯子打完他还要鄙视羞辱，太可恶可恨了。但同样也拿着混蛋没办法，他一边艰难的躲，一边对着一个方向喊：“宗主，你们都不管他吗？他这哪里是切磋，明明是要残害同门。再这样下去，他得受重伤了。”宗主等人也发现了这情况，很是无奈，但谁让齐心殿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玉直这个疯子。宗主只能硬着头皮开口：“玉店主，这差不多得了吧？切磋归切磋，互相伤到就不太好了。”玉直还是有分寸的。行吧，看在你们的面子上，今天的切磋就到这里。
就在向林和其他人松了口气时，玉植却突然放出10只结丹期的傀儡，齐齐出手，朝着齐心殿店主夫妻住的院子猛轰，然后院子被轰得直接坍塌毁坏。原本正在院子里用灵石窥探这里战斗的梁七荣，更是被余波轰得受伤狼狈的逃了出来。玉植看他逃出来，这才冷笑一声。阴沟里的老鼠以为躲着不出来就能躲过去，他知道梁七荣是算计我的主谋，自然不可能让他就这么躲过去。在场的人见状都傻眼了，这报复也太疯狂了，同时都生出一种感觉，以后看到我可千万不能得罪，否则我背后这个疯子师傅实在是太不好惹了。对外宣布在闭关的我爹这回也在用灵石观战，见到这种情形不由得庆幸他闭关的是时候，否则谁知道这疯子会不会找个由头也来找他切磋。梁七荣被逼得逃出来，狼狈不堪的同时，又听到玉植讽刺他是阴沟里的老鼠，他没敢直视玉植，怕忍不住眼中的怨气被发现。这疯子真是一点男人风度都没有，竟对他一个女子这般逼迫出手。他抬头看向不远处站在飞禽傀儡上的我，眼底里划过浓浓怨毒的恨意，都是我这个贱丫头的错，要不是我，荣月不会被害去黑狱，他们夫妻也不会被玉植惦记上，报复弄得这般狼狈丢人。这回要不是有玉植等人在，他都有种想立即把我这个祸害拍死的冲动。我很敏锐，自然发现了梁七荣看向我的怨毒神色，我先给对方一个挑衅的眼神，然后立即对师傅告状道：师傅，那女人用眼神威胁我。玉植极快地朝梁七荣看去，果然就看到了梁七荣还未来得及收回去的怨毒眼神，不由得一怒，他冷哼：你再敢用这种眼神看我徒弟，老子就把你眼睛给挖了。说罢，他控制着10只傀儡就朝梁七荣攻去。梁七荣是真没想到我竟会不要脸的告状，玉植这个王八蛋更是因为一个眼神就要让傀儡轰他。梁七荣顿时头皮发麻，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危险，因此没忍住高声呼喊自己的夫君。他只是结丹初期，修为根本躲不过去，要是被轰在身上，他绝对要重伤。向林在玉植出手时，也极快地拿出一个阵法盘，将整个齐心殿的阵法防护力量第一时间笼罩到妻子身上，心里少有的对妻子生出重怨气责备。明知道玉植就是个不管不顾护短的疯子，他怎么就不吸取教训，还要招惹我？但这是他真心喜欢，并且为了他付出过极大代价的女人，自然不能让他受重伤。也因此，傀儡的力量落在阵法护盾上，将其抵挡了大半，少数余威落在梁七荣的身上，轰得他整个人倒飞出去，接连吐了好几口血。梁七荣站稳后，捂着发疼的胸口，后怕不已地看向玉植。这傀儡的威力也太强了，他只是被少数力量波及，竟都受了不算轻的伤。护着齐心殿的阵法护盾，因此破碎阵法盘更出现了几道裂痕。向林和其他人也都再次震惊的傻眼了。向林不敢相信的看着玉植失声道：你竟然练出了这么多结丹期的攻击傀儡，关键联合起来的攻击威力竟然这么大，别说是妻子，就是他被这么轰也得受重伤，根本打不过这些傀儡联手的攻击。玉植是他们几个店主里最年轻的，按道理精力有限，修炼的战斗力这般厉害的同时，这疯子怎么做到炼制出这么多强大傀儡来的？其他人也齐齐看向玉植，生出了同样的不解。玉植得意又傲娇的抬下巴，这不废话吗？当然，因为我是个天才了，你们这些愚钝的庸人理解不了的。接着玉植对向林冷哼一声，你要是再管不好自己的女人，下次我可不会留手。也只有向林才会喜欢养着这么个蛇蝎恶毒女人。向林憋屈的不行，但打不过又没辙，他没说话，算是默认了。梁七荣心里又气又恨，他从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被这么欺负羞辱，但却无力反抗，只能委屈的不作声。这个仇以后如果有机会，他自然是要报回来的，而且让他放过我，那是做梦呢。就算没有今天的事，他都不会放过我，更何况他今天的羞辱全是我造成的，只是他暂时不会再出手，以后再找准机会收拾我。见向林夫妻没有说话，玉植也知道两人这是认怂了，他看向我，故意加持声音在全宗响起：乖徒，以后谁欺负你，你就和为师说，为师一定会为你做主出气的。要是为师都没办法，那也不用怕，咱们还有你师祖呢。正在祖地留意这边的玉老祖罢了，自己生的儿子只能宠着了。我眸眼里染上一层浓浓的暖意，笑着点头：好，多谢师傅。宗门的其他弟子见状，都忍不住羡慕嫉妒酸，他们也好想有一个这么护短又强悍的师傅。接下来的日子，我在自己院子里修炼和炼丹。一开始因为这身体的生疏，炼制出的增气丹都是上品，等渐渐找到感觉之后，出的就全是极品丹了。而且每次炼丹都是满丹9颗，最后炼了10几炉，收获了上百颗生灵丹才收手。这都是我自己服用的。等修为和灵石再增长一截，我就能炼制黄级高等的生灵丹，那个等级对师兄和师傅效果会更好。等炼出来再送他们一些。就在我炼制生灵丹动用了药师李纳禅的一只翅膀时，黑域那边到了江荣月。在黑域受罚结束的日子，他被黑域的执法弟子从牢里带出去，双脚冰冻麻木，身上的伤势不轻，已经无法正常走路，所以是被抬着出去的。我爹带着我娘和5名亲传弟子已经过来等待，他小姨梁七荣也带着自己儿子向晨赶来，一起等在门口。看到江荣月头发凌乱，衣服被水打湿，脸色惨白，气息紊乱的模样，梁七荣心疼的眼睛都红了，扑过去抱住江荣月，声音带着怜惜：荣月，我的荣月，你受苦了。他姐姐去世前曾将外甥女托付给他帮忙照顾，他就像成一个儿子，所以将荣月当亲女一样照顾长大。现在看到荣月这般凄惨，他心疼的同时，对我这个罪魁祸首也更怨恨。向晨看到荣月表姐这样，心里很复杂，一方面是心疼表姐不知道在黑域受了多少苦，一方面又忍不住想，如果当初是我被送来黑域，那是不是会更惨？毕竟我那会的修为和身体素质可比他表姐差多了。江荣月本来就委屈死了，被小姨抱住她，一下哭了出来。小姨，我好痛，我天天都被折磨得好痛，这黑域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当初只是听说，所以他在秘境做了那种事才会栽赃给我，可亲自来体验过后，才发现比听说还要厉害伤人。这种地方他再也不想来第二次。我爹脸上也露出心疼。先回太阳殿吧。
她这女儿出生就是天之骄女，哪里受过这种折磨？还让她心惊的是，大女儿的修为居然还从炼气大圆满掉到了炼气9层，可见这1个月受到了多厉害的折磨。这黑域果然不是人待的地方。我娘看到江荣月的惨样，心里是幸灾乐祸和痛快的，面上却也一样红了眼圈，尽是心疼。我儿受苦了，回去之后好好补一补。江荣月不想继续留在这里被人看笑话，这才从梁七荣怀里钻出来，看向我爹，哭着委屈的道：爹，我难过，你带我回去。我爹目光慈爱的点头，好爹带你回去。然后放出一艘飞行传法器，走上去抱着江荣月上去，其他人也纷纷上去回太阳殿。回去之后，大家对江荣月又是一番心疼的安抚，我娘还送上了早就准备好滋补修复身体的药膳，让江荣月服用。那心疼体贴的模样和亲娘也差不了多少。我娘这当然是做给我爹等人看的，同时也希望将江荣月这个妓女哄好，然后请妓女从中帮忙说和，让她公公重新允许将那批资源送给她娘家，这让本来对我厌恶并迁怒我娘的梁七荣对她气也消了些。江荣月面带依赖的感谢，像是将我娘当作亲娘一样。她对我娘自然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但却乐意把我的亲娘抢走，而且我娘对她还是有不少利用价值的，所以面上依旧维持着母慈子孝。除此之外，江老祖虽然没有亲自来探望，但却也让人送来不少滋养修复身体的好东西。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江荣月留在院子里养伤和稳固跌落的修为，同时也忍不住关注我，知道我不但去任务店将他在问答榜上的第1名夺了去，还揭露了他们当初怎么上榜的真相，让他丢人，就气得不行。又听说了他在黑域的时间里，我做了那么些引人瞩目出彩的事，他忍不住生出种浓浓的嫉恨，以及一种说不出来的茫然，总觉得这些出彩和引人瞩目都应该是他的才对，他得快点养好伤，想办法压我一头才行。越是怨恨，就越忍不住关注。他也和我爹等人一样，派人盯着看我的动向。另一边，我自然知道江荣月从黑域出来了，还被那些人哄着供着，服用生灵丹去高级淬炼室修炼，我的灵石得到了迅速的增长，目前差不多能堪比炼气9层的修图。之前丹树堂的长老每人送了我一块流影石，里面都是他们炼制黄品丹药的影像，而黄级中等的丹药我全都学会了，出的也是满丹极品丹，所以我准备送江荣月一份出黑域的礼物，去冲击丹树榜的榜1，将江荣月挤下去。我要冲内宗丹树榜的消息很快传开，一直让人盯着我的我爹等人也知道了，于是纷纷派人去榜店看。江荣月也让人赶过去，无论发生什么都第一时间给他传消息，只是他心里还是生出一种不是很好的感觉。齐星殿这边，梁七荣夫妻也派了人过去，向晨则是亲自跑去了榜店，他也很好奇现在我能做到哪一个地步，而且最近都没有找到机会和我接触，亲自过去也能和我见个面说说话。另一边，我和刚刚历练回来的3师兄一起走进榜店，就见大殿竖立着6座庞大的金银石碑，每一块石碑上都有100人的名字，而6块石碑其中的丹树榜最为特殊，因为其他的石碑上面都只有第几名和对应的姓名，可这块石碑的第1名除了江荣月的名字外，后面还多了2个字上家。这个我倒是听说过，天道时在江荣月冲榜的测试里认可了江荣月的炼丹天赋，给了个炼丹上家的资质的评定特助。别看只是2个字，可在这片大陆这万年来能得到天道时丹树榜认可并特助的人只堪过100人，而这100人只要没有陨落的，都成为了最顶级的玄级高等炼丹师。我们宗门除了江荣月之外，就是那位擅长炼丹的太上老祖被特助过上家，像是我师父玉直在傀儡树榜特助过上家，现在虽然只是结丹期，但傀儡树却在整个大陆都能排进前5的存在，也难怪江荣月被认定为宗门炼丹天赋排名第1的弟子。我看向3师兄说：“3师兄，我去冲榜了。”3师兄点头：“好，你去吧，我守着。”我走到丹树榜面前，将灵石释放到上面，表达自己想冲榜的意愿。接着从丹树榜里弹出一道霞光，将我整个笼罩住。战力榜要冲榜，是主动来石碑面前找排名前面的人挑战。2人都到了之后，会从天道石榜里飞出一个擂台，来观战的人都能看到擂台上2人斗法的情况。可武术榜冲榜的人却会被霞光包裹，外面的人是看不见里面之人炼制的情况，这样属于保护武门术法师的隐私，毕竟会涉及到一些传承术，法师可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会我被霞光笼罩，其他人只能看到我拿出丹炉开始炼丹的模糊影子，却看不清我炼制的是什么丹具体的手法。大家纷纷讨论着，可没有一个人认为我能干掉江荣月冲到第1。被霞光包裹的我很快就感觉到天道榜传来的意识，让我炼制自己掌控丹方里难度最高的一种丹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炼制生灵丹，这种丹药比宗门黄级中等最难的丹药更偏门，难度更高许多。我炼制过多次，所以很熟练，很快整个人就进入到了炼丹的状态里。1个时辰左右，我炼制成功，一颗颗丹药从炼丹炉里飞出，然后被一丝丝的霞光包裹。片刻后，霞光放开，丹药被我收到一个瓷瓶里。我今天状态不错，还超常发挥了，不但炼制的全是极品，还超出了满丹的9颗，炼制出了10颗来。正在闲聊的众人突然见丹树榜散发出一道光芒，这说明冲榜结束，更冲进了前100上榜。一个个都目不转睛看着石碑，想知道我冲到了第几名。接着众人就见顶端一团烟花绽放，然后第1名的名字换成了我的名字背后还多出了2个字的特助。看着丹树榜的弟子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尽是不敢相信我居然冲到了第1，名字后面的特助还是比上家不知道多了几级的绝佳。大家正说着，霞光散去，我收了炼丹炉，3师兄俊脸上尽是激动之色。师妹，你太牛了，
不愧是他师妹，这天赋和实力太牛了。他还想着这次我能冲进前30都很强了，谁曾想我给他这么一个大惊吓加惊喜。我轻笑道：我既然要送江荣月礼物，那当然不能太差了。要是排名在江荣月之下，那就不是给江荣月送礼物，而是给对方送气运去了。那种傻事我才不会干。而我以更出彩的成绩把江荣月压下去，就能反过来削弱江荣月的气运。向晨也震惊地看着榜单，他没想到我的天赋比他表姐强那么多。别看上佳和绝佳就一个字的差别，但未来的潜力和成就上将会差很多。他目光复杂地看向我，有为我高兴，欣喜也有种酸涩。以前要是我有这样的实力，第一时间就会先告诉他，然后由他陪着我来这里冲榜。现在我身边却换了别人，我脸上灿烂的笑容也对着别人，这让他很难过和酸涩。之前一直想着等我气消了他再找我，这会却迫不及待地想和我说说话。于是他主动走过来，面上露出以前常有的笑容。可惜，恭喜你了。我脸上的灿烂笑容收敛，淡淡地道：不过是冲了次内宗单数榜，没什么可恭喜的。这个榜对我并没有难度，我来冲榜的目的只是要故意报复和压江荣月，所以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向晨脸上的笑容则僵了僵，他没想到自己拉下脸主动求和，恭喜我竟然说这种话打他的脸。又想起他冲到内宗炼气榜第1同样特助上佳后那时的激动兴奋，当时我也陪着他一起高兴，他一时间被噎得不知道要怎么回话，只是却也不想放弃这难得和我碰面说话的机会，于是转移话题问：你是炼制了什么丹药，竟然得到了绝佳的特助？怎么也是黄品中级吧？我皱眉看着他道：怎么要为你的亲表姐来打探我的真正实力？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又给了他一个白眼。你们就慢慢猜吧。炼丹的数量和品质我暂时不准备暴露，毕竟10颗极品丹还是太过于秀了宗门的人，知道外宗的就知道了，还是等留到明年的各势力大比上再展露出来吧。向晨脸色变了变，更忍不住露出怒色。你怎么会这么想我？我就是关心你，怎么就成了打探消息？你现在将我当什么人了？他真是被我的话伤到和气，到了我怎么能这么看他？他在我眼里就那么不堪？我又白了他一眼。当然是将你当成和他们一样讨厌的人。我懒得再搭理向晨，转头对三师兄道：三师兄，咱们回去吧。三师兄瞥了向晨一眼，不掩饰眼中的讨厌。好师妹，咱们走。在和向晨错身而过时，他还眯了眯眼，警告：我师妹讨厌你，所以以后你离她远点，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而在榜店发生的事很快被传了出去，太阳店的我爹等人也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我爹和我娘正坐着说话，我娘服软哄着让我爹将那批资源给他娘家。我爹虽然还没松口，但态度已经软化了一些。这时一名弟子来禀报了榜店发生的事，我爹和我娘都呆愣了下，异口同声的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爹沉默半晌，我是混沌灵根天赋，他们承认我修炼上会比其他人快，但炼丹上不但冲到了内宗丹数榜第1，竟然被天道石特助绝佳，这就让他们感到难以相信。江荣月这么好的炼丹天赋可都只是上佳，那个逆女的炼丹天赋竟这么好。我娘也是不敢相信，她就是主炼丹的修徒，对炼丹天赋强的女儿和弟子更重视。以前倒是知道我这个小女儿在炼丹的研究领悟上厉害，但那毕竟是理论的和上手亲自炼制是两回事。现在听到这个消息，就有种自己错过了重要宝贝的感觉。她挖了慧骨之后，天赋这么逆天，我爹越是这样，我娘就越对之前的选择感到有些后悔。难受的厉害，他想不通的道：天命宗的太上老祖之前为荣月不算了一卦，明明说荣月是天命之女，会成长为有大气运的强者，可现在为什么反而是那个逆女拥有了那等天赋？他不知道我的灵根天赋等原本全都是为江荣月准备的吞噬根基，将来江荣月吞噬的越多越强，会超过了任何一种灵根和灵体，自然就是大气运的强者。可这次我摆脱束缚，回来改变了成为容器的命运，还让江荣月失去了激发灵体最重要的钥匙和吞噬灵药，等于破坏了江荣月激发吞噬灵体和打根基，也将原本的一切打乱，所有人的命运都跟着改变，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如何。我爹想了想，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我娘对这话并不意外，因为她从嫁过来并生下我之后就知道了江荣月刚出生时江老祖的一个元婴朋友来拜访江老祖，顺势请对方为江荣月卜算了一卦，卦象非常的好占卜，出江荣月是天运凤凰的命，因此江家父子对江荣月从小就那么重视，他也才会对江荣月比我这个亲女更好。现在他同样不解为什么会这样。我娘想了想，点头赞同。这应该就是上天对荣月的磨练吧。想要成为大气运强者，除了气运外，自然还不能缺少魔力，而可惜应该就是他的磨刀石。应该就是这样。他也不认为那名强大的命术师会占卜错，也不愿意接受自己的选择错误。我爹虽然这么成功安慰自己，但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于是看着我娘道：可就算是这样，可惜也是我的女儿，你娘家人做得太过了，这次的资源直接断了，当个教训吧。要是妻子和他的娘家人对我体贴好点，现在又怎么可能闹成这样？那他就有2个天才女儿了，所以还是忍不住迁怒和发泄对象，自然就是我娘的娘家了。我娘这下是真难受了，我就是生出来克她的吗？明明刚才丈夫都有松动了，现在却因为这件事又坚定要了断那批资源的事。我娘还想说什么，我爹却直接走了，让她气得不轻。另一边，江荣月也知道了这个消息，没忍住，气得一口血吐了出来。江可惜，你果然就是生出来和我作对的。你给我等着，等我恢复了修为实力，我就去将第1名抢回来。他的东西，他的风光，绝对不允许我沾染和抢走。齐心殿的向林和梁七荣也知道了，
向林更是后悔之前纵容妻子梁七荣为了江荣月那么针对我，这样的炼丹天赋，以后只要修为跟上不陨落，十有八九能成为厉害的玄级炼丹师。他们这些修徒最需要的就是和厉害炼丹师交好。本来以我和他儿子的关系，明明是可以不走到这一步的。梁七荣则是对我又嫉恨又气愤，不但挖补觉醒了混沌灵根，在炼丹天赋上还压了荣月一头。要是早知道会这样，就该直接除掉我的。他气得不行，没忍住骂了向晨这个儿子一顿，更叮嘱道：以后不允许你再去找江可惜了，人家都不给你脸，你还凑上去干嘛？在那么多弟子面前把你挤兑的下不来台，他就是故意的。这种人得势了就变一副嘴脸，不值得你继续相交。他儿子在我面前低声下气，想要和好的事他也听说了，觉得实在是丢人。他咬牙切齿的道：现在就让他得意一段时间，等荣月恢复之后，去将那第一名抢回来就是了。向晨被骂的脸色有些难看，只是没还口，心里却不认同，对亲娘也生出丝不满。如果不是他对他说那些故意影响他和我感情的话，他又怎么会做出不相信我的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不是炼丹，跟着师傅学炼制傀儡兽，就是修炼。一晃3个月就到了书中女主获得书中最大机缘的日子，前缘商会举办的拍卖会。而江荣月因为这3个月来我给的压力，他没有放松的努力修炼，在黑玉受的伤不但养好了，修为也稳固在了炼气9层。因为是跌落的修为，要恢复到炼气7大圆满的修为就没有瓶颈，之后只要用资源堆，再过3-4个月就能恢复。原本还想着哪怕我之前出了风头，可在修为上他就算跌了也压我一头，谁曾想今日拍卖会大门前，他看到我居然带着大师兄和3师兄也来了。更让他震惊的是，他发现我在短短的3个月里居然就从炼气2层提升为9层，和他一样了的修为了，这让他有些难以接受，气得胸闷。与江荣月一同来的前大师兄吕延钦看向我，露出个温雅的笑容：小师妹，你在修炼的速度真厉害，恭喜了。之前的5师兄雷鸣也笑道：是啊，3个月不见，没想到小师妹你这么厉害。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更没有回话，而是和现在的2位师兄闲聊起来，显然直接无视了他们。我是真的懒得和他们废话，不然又要扯出什么以前的师兄妹感情等，断了关系那就是陌生人，不搭理就对了。吕延钦和雷鸣没想到我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无视他们，这完全不给他们脸，2人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一下不知道该呵斥我无礼，还是该就这样尴尬的当没发生。江荣月见状，心里虽然不高兴2位师兄去夸我厉害，但却也找到了攻击点。他不赞同的看向我道：可惜大师兄和5师兄好心恭喜夸赞你，你居然不理会，你是不是太无礼了？我听到这话才转头看着江荣月挑眉：你谁啊？我早和你们断了关系，更不是太阳殿的人，自然不想搭理就不搭理。我原本都懒得理，非要找上门来被怼，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我又瞥了吕延钦和雷鸣一眼，谁是你们小师妹呢？别看到我是绝世天才就来乱攀关系，我可不认。雷鸣黑了黑脸：江师妹，这话说反了吧？明明是你变成了绝世天才，对我们就翻脸不认人了。我给了他一个白眼，那是因为你们不配。刚才其他师兄和我说话，我有不搭理吗？之前宗门大会你们帮着江荣月做伪证，诬陷害我，现在我变成了绝世天才，又笑着恭喜夸赞我，你们不是势利眼呐？谁是？我真佩服你们太阳殿的人，能这么没脸没皮。3师兄一旁笑道：太阳殿的弟子最多可不就是势利眼，还是师妹你厉害，早就看出了他们的虚伪，赶紧远离了。我骄傲的抬了抬下巴，那是我火眼金睛找呢。我们2人一唱一和，让不少弟子都一旁看戏。之前都断亲闹成那样了，见面还凑上去，被怼得灰头土脸也是活该。吕延钦和雷鸣脸色不由得变了变，更一下不知道要怎么回话。江荣月也气得不行，他阴沉着脸不悦的道：江可惜，你别太过分了。我挑眉，我就过分了，你们要如何？江荣月一噎，他们能如何？这回确实也拿我没办法，就很丢人。一时间2方对上，我张狂肆意，显然占了上风。江荣月3人则丢脸尴尬，我没有再理他们，带着大师兄和3师兄就往2楼我一早就订好的包厢走去。前缘商会这次的拍卖会在3个月前就开始宣传，也因此前来参加的人非常多，各大小势力都有核心弟子或者嫡系过来，还来了不少散修。前几样我都兴致缺，坐在拍卖会的包厢里不举牌，一直到拍卖桌上只剩下最后2样东西。前缘商会的少主云硕奇拿起其中一个盛放特殊灵物的金饰盒子，并打开盒盖竖立起来，让大家可以看清里面的东西。这是一块高级塑灵石，不但可以用来炼器、炼制符篆、阵法盘和傀儡兽，还能任由炼制之人随意塑造炼制，大大提升炼制成功几率。最关键的是，它还能帮助灵气等成长，比如将其炼制成一件法器，只要使用之人一直用灵力运养，就能随着主人的修为实力升级。符篆阵法盘和傀儡兽也一样，从黄级到玄级没有瓶颈，也不用添加东西，重新炼制直接运养就能升级。到了玄级之后，因为其可塑性还能变换模样或者增加功能，相信在座的术法师们都不会对它陌生。云硕奇的介绍让大家的目光火热了起来，有人急切地问这塑灵石要用什么东西换。云硕奇笑笑，拍卖这件东西的主人想换可以治疗筑基期修土重伤以及修复灵石、经络和丹田的丹药，要是还能滋养灵魂就更好了。听到云硕奇说的条件，在场的人都满脸失望。只是治疗筑基期、修土重伤的丹药倒是不难拿出，可修复灵石、经络和丹田的丹药，还有滋养灵魂的丹药也是很罕见的，怕是没人能拿出来。难怪送拍的人会把这种宝贝拿出来拍卖，原来是要换同样稀有的丹药。天灵宗的包间里，一直冷着脸正在走神的江荣月，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之前在秘境中化成光团引入他，眉心魔尊神魂激动又急促的声音：荣月，这塑灵石咱们一定要得到。江荣月回神，用灵石和他沟通：前辈，我是炼丹师，拿这种东西
西来用处不大。江荣月心思一转问，还是这玩意儿还有其他的作用？他已经知道这位前辈来自一个更高等的大陆，听他的意思，他们这个大陆最高的元婴期老祖去了高级大陆之后根本算不上什么，甚至他吹口气就能灭杀掉，所以这位前辈的眼光和见识也肯定比他高。他还第一次发现他情绪波动这么大。魔尊回道，只要有了这玩意儿，我就能重塑身体了。重塑身体之后，也不会再被你们这个大陆的天道排斥，我就能在你身边保护你，并助你赶快修炼到元婴修为，这样将来我也能想办法带你去高级大陆。魔尊之前一直遗憾想着，只有等江荣月修炼到元婴，他想办法帮他去高等大陆，到了高级大陆，他再找灵物来重塑身体。谁曾想，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他又怎么可能放弃？就在这时，另一个包间里传出邪修联盟少主乔金兰的声音：“我有一种能修复灵石和经络的丹药，云少主看看行不行？”很快，前云商会的人去邪修联盟的包间里取走了乔金兰拿出的丹药。这次跟着云硕奇来的一名玄级中等炼丹师也走到拍卖台上，准备等着鉴定丹药。那位玄级炼丹师鉴定了一番丹药，他鉴定完之后，满脸激动地对云硕奇道：“少主，这丹药确实能帮助修复灵石、经络和丹田，而且这还是一颗极品丹。”云硕奇没有立即宣布交换，而是对在场的人开口道：“诸位还有谁想竞拍塑灵石的吗？要是没有这塑灵石，就归乔少主了。”看到这一幕的江荣月眼睛忍不住亮了亮，看来今天来这拍卖会就是前辈重塑身体的机缘。我和乔静兰认识关系还不错，等他换到了塑灵石拍卖会之后，我就找他求来给前辈用。要是这位魔尊前辈能重塑身体，那对他的帮助会更大很多。也还好，他的情郎乔金兰有能换塑灵石的丹药，这机缘等于是为他准备的。果然这才对。突然，另一个包间里，我大声开口道：“我要竞拍塑灵石！我手里不但有修复灵石、经络和丹田的丹药，还有一种能滋养灵魂、增长灵石的丹药。我用2种丹药来竞拍这塑灵石。”我都有些意外，乔金兰拿出来的居然是极品丹。第一，男主乔金兰就是不一样，出手就是杀手锏。不过还好，药石这个原本属于女主的东西，被我变成破了女主机缘。杀手锏，我手中那颗能滋养灵魂和增长灵石的丹药，正是拿那块药石当主要炼制的。听到我的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很快，前元商会的侍者从我的包间里将丹药取走。等丹药送到拍卖台上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上面。云硕奇也带着众激动和期待，伸手先拿起一个瓷瓶。我坐在包厢开口：“这个是修灵丹，除了治疗正常伤势外，专门用来修复灵石、经络和丹田的。”云硕奇点头：“好。”他将丹药倒到专门的器皿里，请那位玄级炼丹师长老鉴定。长老端起器皿，仔细的看了看，又闻了闻，然后比刚才更激动的看向云硕奇道：“少主，这是一颗极品修复丹，而且才炼制出来没多久，药效保留得很完整。刚才乔少主的那颗，因为时间太久远，药效只有8、9成的样子。”云硕奇对我的名头略有耳闻，刚才就有一种感觉，我出手应该不凡的感觉。果然没错，他笑着点点头：“很好。”又将另外一种丹药倒入另一个器皿里，看着我所在的包间：“可惜小姐，这又是什么丹药呢？”我回道：“这是改良版的生灵丹，作用是提升增长灵石和滋养灵魂。灵魂如果有损伤的服用，这颗丹药也有修复作用。”云硕奇脸上露出喜色：“那真是太好了！这2种丹药配合起来，他娘的所有伤势都能痊愈，之后还能继续修炼，这是他今天最大的惊喜和收获。不过虽然相信我，他还是让那名长老鉴定。再麻烦您鉴定下这种丹药，毕竟这是和乔金兰竞争，得让对方看清楚。”那名炼丹师接过器皿，仔细的看了看，他脸上露出种难言的激动情绪：“确实是改良过的生灵丹，而且还是极品生灵丹。”接着他看向我的包间：“可惜小友，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这种丹药就是结丹修土，服用都有用吧？”他刚才光是闻着，灵魂感觉到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很舒服。灵石更像是鱼遇到了水一样，十分的渴求和活跃，说明这虽然只是黄级高等丹药，但对他这个结丹修土都有用。这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愣，对结丹修为的人都有用，真的假的？我给了他们肯定答案。不错，这改良版的生灵丹对结丹修土也有用，服用之后同样能滋养灵魂和增长灵石，只是效果没有筑基期修土服用好。玄级长老露出一脸果然如此的神色。就算服用效果没那么好，可也很厉害了。老夫感觉自己要是服用了此丹药，效果会很不错。滋养灵魂和增长灵石对术法师来说太有用了，他没忍住问：“可惜小友，这丹方是你改良的吗？”我回道：“对，我从天道师奖励的丹药传承里得到2张丹方，感觉能融合成一种，就试了试。谁曾想就成功了。”在场的人一脸黑线，为什么从我口里说改良融合丹方就像是喝水一样简单？不应该是不停反复的尝试失败，不知道多少次才可能成功的吗？我居然试了试就成功了，特别是在座的不少炼丹师想哭了。炼丹师和炼丹师的差距就那么大的吗？玄级长老露出佩服的称赞道：“可惜小友的炼丹天赋真是太强了，你拿出的2种极品丹药效果都符合送拍者的要求。”接着他又看向云硕奇道：“所以我这边判定，可惜小友的丹药更胜一筹。”云硕奇点头：“好。”他对在场的人道：“现在乾坤宗的江可惜拿出2种效果对症的极品丹药，还有其他人要继续竞拍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塑灵石就归江可惜了。”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接着从一个包间里传出乔金兰无奈的声音：“我都拿出2种极品
品丹药了，我们就算想竞拍也没法。云硕奇已经预料到这个结果，之所以问，也只是例行公事一样。他看向邪修联盟的包间，乔少主，你这次没有竞拍成功，我让人将你的丹药送还回去。乔晋兰这回脸色染上一层阴霾。好，他在想要速灵时，也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失了该有的风度。竞拍确实是他输了，别说是其他人，就是他也没想到我竟然能拿出2颗极品丹，生灵丹更是我自己改良融合过的丹方。这炼丹天赋放到高级大陆，那也是顶级的天才了。要是没有利益冲突，他自然是会很欣赏我这天才的一面。现在他却也不想放弃速灵石，于是他看向乾坤宗的包间，开口道：可惜师妹，你是一个炼丹师，这速灵石用处并不是很大，而我要炼制一种阵法盘，非常需要这速灵石。我出一个高价，亦或者你想要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你将竞拍到的速灵石换给我，怎么样？我从乔晋兰的情绪里感受到了一种急切，对他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什么要去炼制阵法盘，就忽悠这里不知道的人吧。我这回也确定了，这家伙绝对认出了速灵石能孕育分身的真正作用。我态度语气依旧嚣张肆意，千金难买我高兴，我手里极品丹药多，就乐意买块速灵石玩玩，怎么了？在场的人无语，听听这说的是什么人话？极品丹药多，所以就随便玩千金买高兴，简直太任性了。我接着撇嘴道：还有谁是你可惜师妹呢？我们可是对立派系的，你别乱攀关系。我为什么要拍着速灵石玩？不就因为不想让你们对立派系的天骄得到吗？还有你和我最讨厌的人勾勾搭搭的，当谁不知道呢？我就看你不顺眼，这速灵石我就竞拍了，还用东西和我换？我缺你那点东西，还请你心里有点数。我当然不会暴露字，已知道速灵石真正的作用，所以就故意用嚣张跋扈来掩护。反正我本来就和这人势不两立，而且这邪修男主臭不要脸，为了个速灵石居然喊我师妹，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怕他之后又来找我，所以我暗示知道他和江荣月勾搭的事，也是希望他们心里有逼数，最近少招惹我。而我不高兴，乐意被乔晋兰攀关系，江荣月也不高兴，乐意心里忍不住把我骂了又骂。江荣月这会恨不得掐死我了，我这贱丫头真是生出来和他作对的，难怪从我出生那天，他看到第一面就生出种讨厌。要是我不乱插手，速灵石就能被乔晋兰拍了去，而以他和乔晋兰的关系，相信只要和他央求撒娇一番，他就会给他。现在到了我手里就难说了，只希望乔晋兰能想办法从我手里把速灵石弄走。而且他还有些心慌，刚才我说和乔晋兰勾搭的人不会是指他吧？难道我知道了他和乔晋兰的关系？这事可不能让人知道，否则对他名声可不利。在场的人听到我的话，一个个都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我还真是嚣张的直白。接着他们又想到我另外那句话，乔晋兰和我最讨厌的人勾搭，所以我才看乔晋兰不顺眼，故意竞拍抢速灵石，这个瓜有点大啊。同为邪修联盟男主之一的韩风更直白的笑问：乔晋兰，你和谁勾搭在一起了？竟引得江可惜那么看你不顺眼。虽然他们是一个派系的，但彼此之间却互相看不顺眼，竞争也颇大。除非是要一起对付另外4大宗门的时候，他们才会抛开前嫌站一起，否则能落井下石，那也是不会放过的。乔晋兰脸黑了黑，韩愈，你闭嘴！这家伙就像是疯狗一样到处的咬，同时也没想到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故意和他抢的。不过倒是也松了口气，只要我不知道速灵石能孕育分身的作用就行，那他怎么都还有机会将速灵石搞到手。我现在看他不顺眼更无所谓，只要他征服了我就迎刃而解了。毕竟就算没有速灵石这事，他对我也生出了很大的兴趣，也因此他将怒气发到了主动送上门的韩愈身上。韩愈脸也黑了黑，乔晋兰，你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还不让人说了啊？你没听到吗？人家不缺你那点东西，这速灵石你就别惦记了。他和乔晋兰虽然是一个派系，但却也因此经常被拿到一起对比，而他都是被比下去的那一个，都是天骄，他才不服气，所以他对乔晋兰比对我还讨厌，宁愿我竞拍走速灵石，毕竟我是个炼丹师，也不希望乔晋兰拍去又炼制出什么惊人的越级阵法。我只是笑看着两男主的斗嘴。不过书里说乔晋兰和韩愈之间面上和私下都不对付，时常杠起来，如果不是女主江荣月从中周旋，两人可能彼此都想将对方直接弄死了。现在看来这两货果然水火不容。见两人都不再说话，我开口鼓动：你们俩继续啊，怎么就停了？不过这次两人都选择没接话了，实在是我牙尖嘴利又嚣张，肆意他们说不过我，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得找到我头上去买或者换极品丹药，好男不和女斗他们，今天就让我一次。韩愈心想，等大比的时候，他不但要教训乔晋兰，还要教我做人。拍卖会结束后，乔晋兰在走之前用灵魂凝了一个特殊的结印烙在了我的身上，我的灵魂之力比乔晋兰更强，也因此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我心里冷笑，这家伙出手倒是快，我暂时没有清除烙印，而是准备不久后就送这家伙一个大礼。我发现乔晋兰烙印在我身上的灵魂之力很强，加上刚才见了一面，我感觉他和上辈子见到的时候有区别，更多出了一种强大神秘的气息，灵魂磅礴了许多，所以我怀疑是因为书本束缚之力消失，乔晋兰的主魂直接苏醒，掌控了身体。在书里，作为第一男主，乔晋兰自然不是简单的低级界面天骄，而是高级大陆一个有背景、有天赋实力的强者。被几名大乘期的敌人围攻之后，他用秘法直接来了个灵魂转世重修，转世重修之后将会变得比曾经更有天赋和强大。接着他在低级大陆转世成婴儿。
而主魂陷入沉睡，一缕分魂掌控身体。按照书里说的，要去了高级大陆之后，他的主魂才会苏醒，还因此对江荣月冷淡起来，让江荣月不高兴，还故意跑去勾搭乔晋兰的敌人，想让他吃醋什么的。之后因为这本书带黄色又三观不正，还没有结尾就被扫黄下架了。乔晋兰现在就能凝聚这种灵魂印记，很不对劲。为了谨慎点，我准备用灵魂之力控制傀儡，而不再用灵石，否则和乔晋兰见面很可能会被他发现。乔晋兰离开前缘商会后，就收到了江荣月约见的传信符，他去了约好的一间灵茶楼，这是邪修联盟的产业，见面说话不怕被人发现盯上。刚走进包间，乔晋兰转身关门，一副娇软的身体就贴了上来，从背后抱住他。乔晋兰眸色不由得露出丝烦躁，他的主魂是今天在拍卖会的包间里突然觉醒的。接受完分魂的记忆后，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和江荣月的关系，他转身挣脱了江荣月的手，面带坏笑的道：你今天怎么这么主动？以前江荣月对他喜欢欲擒故纵，都是他先主动拉着他亲热的。这么一想，乔晋兰就生出种说不出来的膈应感。他堂堂一名高等大陆的邪尊，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分魂居然会和这种与好几名男子有混乱关系，又不是绝色天姿绝艳的女人有染。不过想到江荣月超乎寻常的气运以及异常的敏感和机缘，他没有表现出来异样，而是像是分魂那样调笑。江荣月没有怀疑，只是委屈地看着他，更气呼呼的道：我被那个贱丫头欺负的厉害，她现在居然还抢走了你想要的东西，我就更气不过了。乔晋兰知道他说的贱丫头是我，他笑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他欺负你，我以后帮你欺负回来就行了。至于他抢走的东西，我也会想办法拿回来的。江荣月眼睛一亮：你有办法将速灵石拿回来？乔晋兰是心思比筛子还多的人，一见他这神色和语气，大约就猜到了他约见自己的目的。他试探道：确实有办法拿回来，你今天对我还真是关心。江荣月嗔了他一眼：我们什么关系？我不关心你关心谁？说罢，江荣月还伸出手指戳了戳他的胸口：你个死没良心的坏人！乔晋兰忍着想将他手废了的冲动，这只手不知道戳过多少男人，他脸上却是柔情似水的神色。你的好我可都记着的，你约我来不只是就说这点事儿吧？我们联盟的长老找我有事，我还得赶着回去一趟。江荣月听他这么说，也就没有兜圈子，他伸手挽住他的胳膊，亲昵的撒娇道：等你将速灵石拿到手，能不能送我？乔晋兰心里冷笑，果然是冲着速灵石来的。他惊讶地看向他：你一个炼丹师要速灵石头干嘛？江荣月对灵物历来有很敏锐的感知，难道是感知到速灵石还有其他作用？江荣月眸子闪了闪，瘪瘪嘴道：还不是为了在那贱丫头面前争口气。你要是能拿到速灵石并送给我，我回去就能去踩她一脚，让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也让我们宗门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们看看，我想要的东西，就算那贱丫头得到了，最后还得回到我手里。这确实是他准备得到速灵石之后要做的事。不过最关键的还是给魔尊前辈重塑身体，只是这事就不能告诉乔晋兰了。魔尊前辈说，乔晋兰的灵魂比其他筑基期修土强大，所以怕乔晋兰发现他的存在，在之前就钻进他佩戴的玉佩，收敛气息，隐藏起来了。乔晋兰一直盯着他的眼睛，自然捕捉到了他一瞬间的不自然。这女人果然有事瞒着他。他心思转了转道：原来是为了争口气，不过是小事一桩。等我得到了速灵石送你便是。送是当然不可能送的，那可是他孕育分身的东西。不过他得探究下这女人到底要速灵石干嘛。江荣月一喜妹，眼如丝的看着他：我就知道你最好了。接着想投入他的怀中，和他亲热一番。那魔尊前辈怕被乔晋兰发现，所以不会探查玉佩外发生的事。他许久没和乔晋兰亲热了，还是很想他的。他周旋的这么些男人中，乔晋兰是他动了真心喜欢的。乔晋兰俊脸上勾着风流邪似的笑，看来我今天得喂饱了你才能走啊。接着主动搂住江荣月，将他抱起来进了里间，然后趁着江荣月眼中带着几分迷恋盯着他脸时，他激发了一个阵法盘，江荣月全身立即像是要融化了一样，主动攀了上去。因为这回乔晋兰已经做到了不远处，对江荣月施展了幻阵。看到江荣月那模样，他更膈应的厉害。不知道的怕是要以为江荣月是高级大陆合欢宗出来的。当然，除了所谓莫名其妙的喜欢离不开江荣月的身体外，分魂也发现了江荣月身上的奇特之处。在几年前，分魂遇到江荣月，一起落入一个密地。江荣月不但有对好东西的敏锐感知，对危险也像是能提前预警一样，不但让他们避开了好几处危机，还得到了密地的机缘。江荣月也因为那个机缘陷入沉睡好几年。接着分魂发现他苏醒之后，体内竟多出了吞噬灵体的种子，只要有机会激活种子，就能觉醒成吞噬灵体，可以不断的吞噬各种灵骨、灵根和特殊灵体，然后变得越来越强大。江荣月醒来之后，并不知道这事，分魂也故意没有告诉他，想看看凭他自己那超长的气运机缘，能不能自己觉醒吞噬灵体。要是不能的话，他再主动帮他觉醒灵体，然后不断的帮他吞噬，让那颗种子越来越壮大。也因此，就算现在他对江荣月没感觉，更不想碰他，却也会和他保持着情人之间的关系，并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帮他觉醒灵体。那吞噬灵种将来对他隐藏的特殊灵体可有大用。可看现在这情况，江荣月不可能不知情。等江荣月在幻阵里快活的晕过去之后，乔晋兰嫌恶的收了阵法盘，从乾坤袋里拿出一件外衫扔到他身上盖着，留了一个玉简说有事就先走了。等他走了好一会，那魔尊的灵魂才敢向外探查。不知道为什么，乔晋兰给他一种危险感，总觉得一旦自己用灵魂之力探查，就会被对方发现，所以面对乔晋兰时，他都会隐藏起来，不能暴露。接着他发现江荣月脸色潮红，带着重满足的神色正在昏睡。他大约猜到之前发生了什么，不由得皱了皱眉，心里
里也有些不爽，还觉得江荣月在男女之事上也太放淡了点。另一边，玉直得知拍卖会上我大出风头的消息后，心情大好，导致他状态达到了巅峰。和徒弟们叮嘱一番后，就去闭关冲击结丹，大圆满了。而我那个擅长阵法的四师兄也从外面回来了。之前他去闯一个遗迹，所以被困到现在才出来。之前玉直和大师兄向他发过好几张传信符，告知收我入门。他多了个小师妹的事，可因为在遗迹有禁制阻拦，所以没有收到。等出来后，他才看完。回来的路上，他还听说了很多关于我的事，也因此回宗之后，师傅闭关没见到。他去见了见大师兄后，就立即来了我的院子。我打开院门，将容貌清俊的四师兄迎了进来。四师兄坐下后，对我露出个抱歉的笑容，然后拱拱手道：“师妹，之前我被困在一个遗迹里，一直没来得及出来，一直到现在才回宗门，师妹莫怪。”我笑道：“四师兄严重了，你被困无法回来，情有可原，我能理解。”四师兄还从大师兄那里了解了我的性子，知道我确实不会在意这个。他拿出2个乾坤袋递给我道：“师妹，这是我和你二师兄送给你的拜师礼，之前没来得及送，现在补上。”他指了指其中一个，这个是我送的，又指了指另一个，这是你二师兄让我帮他带回来送你的拜师礼。他之前出去找灵药，也是被困在了一个地方，不久前刚脱困，原本要赶回宗门的，可却在回来的路上被宗门任务殿的长老拦下，带着去了边城帮忙抵抗受潮。那边现在很缺炼丹师，我在回来的路上凑巧遇到他，他就准备了礼物让我帮忙带回来交给你。我听他这么说，也想起来了，受潮的事，二师兄就是在这次受潮异变中死的，而这次的受潮异变是我们这片大陆和其他大陆之间原本的屏障禁制消失造成的。突袭边城形成的受潮来自另一个和我们接壤的地级大陆，最近边城告急，所以二师兄才会在中途被任务殿长老带走赶过去。我将2个乾坤袋收下，多谢2位师兄，然后也拿出一个乾坤袋递给四师兄。四师兄，这是我炼制的一些丹药，送给你当见面礼，每个瓶子上我都烙印了丹药的作用。我为每个师兄都准备了丹药礼物，我们又聊了好一会，四师兄才离开。等他走后，我将2个乾坤袋拿了出来，先看了看四师兄送的，里面放着许多特制的盒子，全是各种灵药，显然他应该是听说我喜欢灵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晶体瓶子，我拿起来打开，突然从里面溢出一丝远古威压和血腥味，这才发现里面竟然装着一滴龙血。我先是懵了懵，然后有些哭笑不得，感情上一世和书里被江荣月等人惦记的龙血，就这么被四师兄送给了我。四师兄也是因为有这滴龙血，无意中被女主团的人发现，这才招来的杀身夺宝之祸。除了灵药和龙血外，乾坤袋里还有一块流影石，我激活之后出现了四师兄的声音，大致意思就是这龙血是他在被困遗迹里找到的。原本他准备拿来炼制阵法，但又觉得太浪费暴殄天物了。他回来的路上知道了我这个小师妹，他生出一种感觉，这龙血到我手里会更有用的感觉，所以就送我了。还强调他知道龙血的稀有珍贵，但对他来说用处很鸡肋，所以让我不要拒绝，这是他的心意，否则他会生气。所以这位四师兄对我非常大方，连这种宝贝都拿出来送礼。江荣月之后就是吸收炼化了这一滴精血，配合着找到的一种炼体秘术，之后炼成了一种强悍的体术。等修为上去之后，身体的防御都快要赶上龙族了。我原本还想着之后得阻止江荣月等人杀四师兄夺龙血，不过却没想过要将这滴对我确实有大用的龙血占为己有。毕竟这是师兄的机缘，我不会惦记，可师兄却主动送给我，也等于直接断了江荣月炼成体术的大机缘。而这龙血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用处，那就是融入到正在孕育的分身里，将来这具身份就将会有龙族血脉，身体更自带龙族的天赋神通，这也是宿灵石的特殊和厉害之处。我听得出来四师兄是发自内心要送我的，我心里暖暖的，也记住了这个人情。对比起只知道索取的前师兄们，这几个新师兄对我都很好。我又看了看另一个乾坤袋，里面全是各种灵药和毒物，有2种还是极为稀有珍贵的，他们这片大陆可能都找不出来。第2件拿出去会被炼丹师、炼毒师疯抢那种。最关键的是这2种灵药和毒物梳理，最后也会收入江荣月的囊中。灵药江荣月字以用来炼丹精纯，强化了他的吞噬灵体；毒物则被江荣月送给了毒修联盟。那位次男主炼制出了一种上古毒丹，这种毒丹对女主团的人去高级大陆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也是没想到二师兄会送给我，更有些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曾经几个师兄手里被女主惦记抢夺的东西都被他们送给了我，要是江荣月感知到后，不知道会不会想吐血。我也没耽搁，用自己知道的一种秘法，把那滴龙族精血融入到了正在孕育分身的宿灵石里。为了以防万一，那2种灵物和毒物也被我炼制成了特殊丹药，反正绝对不会给江荣月有得到的机会。就在精血一点点被宿灵石吸收灵物和毒物成丹之后，感受到指引，正在一个古墓寻找机缘的江荣月，心口像是被人剜了一块一样，难受的厉害，更是气血涌动，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附身在玉佩里的魔尊见状，不由得担心地问：荣月，你这是怎么了？他已经教江荣月破了古墓的阵法和禁制，所以江荣月并没有受伤，怎么突然吐血了？江荣月捂着胸口喘着气道：我感觉到自己像是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心口疼得吐血了。江荣月迷茫地看了看远处，也不知道我是失去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生出这种感觉了。昨天他也感觉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难受，总觉得对他非常重要的人中谁出了事一样。这次更严重，直接难受的吐血了。而且他还有一种感觉，这可能和我分不开关系。魔尊听到他的话，不由得皱了皱眉。那就肯定是了。他之前就发现江荣月有很特殊的气运，很多好东西都像是专门为了他准备等待的一样。而且他对机缘和危险的敏锐感知度，可不像是一个炼气期该有的。就是曾经的他都没有这种敏锐感知。江荣月就像是天生的大气运者，四周环绕着各种机缘，这也是他决定跟在
江荣月身边的一个重要原因。魔尊眼中露出丝狠辣，你这种状况明显是被人破坏气运和机缘了，可得找到这人才行，最好还要找机会将这人除去。他现在能不能重塑身体并回到高级大陆，可是和江荣月息息相关，所以也不愿意有人来破坏。不只是江荣月有感觉，魔尊也觉得破坏江荣月机缘的人很可能是我这个突然冒头的天才妹妹。江荣月眯了眯眼，对，那贱丫头绝对留不得。以前她看我不顺眼和很讨厌，却没有将我除掉，是因为冥冥之中感觉我身上的一切都将会属于她。可自从那次宗门大会之后，这种感觉已经渐渐消失，反而多出一种我会是她命中的克星的新预感，也因此她一直都想把我除掉。魔尊勾唇笑道：我就知道你不是妇人之仁的性子，挡在我们前面的障碍就该全都扫清。只要找到古墓里藏着的那件东西，你体内的吞噬之体就能激活，到时候你只要不断吞噬特殊灵根和特殊灵体，就会越来越强。以后那江可惜绝对不是你的对手，更没法和你相提并论，甚至我还会帮你想办法把他的混沌灵根给吞了。魔尊不希望我成为江荣月的障碍以及心魔，所以得把江荣月稳住。这次是江荣月心烦，去逛房市，无意中发现了一块兽皮，他觉得是好东西，所以买了下来。刚好魔尊知道怎么解开兽皮上面的禁制，然后他们发现了这个古墓的消息，里面还有古墓详细的地图以及一件灵宝的介绍，而这件灵宝刚好能帮着江荣月激活隐藏的吞噬灵体。魔尊直接告诉了江荣月，并让他怎么都要得到只有江荣月越来越强对他才有好处，所以他会帮助江荣月不断变强。他感觉江荣月就像是天选之女一样，逛个房市都能得到这么重要的东西。别说连他最开始都没有发现这兽皮是好东西，而是江荣月那让他都看不透的神秘第六感发现的。江荣月自然不愿意放过激活吞噬灵体的机会，外加他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好预感，要是留在宗门他可能会牵扯进什么麻烦里，所以就毫不犹豫的单独跑出宗门，带着魔尊来寻找古墓了。听了魔尊的话，江荣月阴郁的心情才好转，他双手紧握在一起，双眼尽是光彩的道：对，我一定会比那贱丫头强的，她那混沌灵根更是为我准备的，哼，就让那贱丫头再嚣张一段时间。江荣月这么想着，心里也舒服了，于是继续朝着古墓深处而去。在宗门的我并不知道江荣月真吐血了，以及江荣月新的机缘，知道了也不会意外，毕竟那是天命女主身上的气运，没有削弱到极致时，依旧会有各种机缘送上门。不过接连被我破坏削弱机缘，江荣月之后肯定不会再像是以前那么好运，而且我相信以后书里的剧情和走向也会彻底改变。第二天，我同样也开始闭关，我一直用资源堆自己，最近我感觉自己能充练7大圆满了。我算过时间，等我闭关结束，修为到大圆满，再过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编程就会告急，接着各大势力会发布贡献值，清理妖兽，加入编程，抵抗兽潮的任务。那会也是我离开宗门前往编程的时候。二师兄是在宗门任务发布一段时间后才陨落的，在此期间我也得做一些充分准备才行，而且去早了也没用，还会让人各种猜测怀疑我的用意。我接了任务前去，不但离宗理由更充分，还能赚取不少贡献点来兑换高级淬炼士修炼，尽快进入筑基期。同时四师兄此前因为吃下我炼的丹蜕变丹由普通金灵根蜕变成丹金灵根的消息在宗门传遍，又让大家极度酸了一番，再次忍不住感叹我炼制的蜕变丹这效果也太好了。而乾坤宗这边因为服用我的蜕变丹多出了3名天骄来的消息也传了出去，其他大势力高层和弟子们知道后羡慕嫉妒恨了一番，一时间我成了各大势力最受欢迎的人，而也有无比郁闷难受的人，比如上了我黑名单，我公开不会帮忙炼丹的太阳殿和齐心殿弟子，自从知道蜕变丹的厉害以及我只要出手都是极品丹后，他们没忍住对店主等人心里生出私怨气，这些人自己要作罢，我推开却要连累他们，他们真是太冤了不冤的人。也难受我爹本来就是炼丹师，自从陆续听到我帮谁谁谁炼制出极品丹炼制的蜕变丹直接成就了3个天骄，他的心里就特别的难受，以及满满的后悔。要知道他从小重点培养拥有大气运的大女儿可都没有这样的本事，如果之前没有发生那些事，小女儿这妖孽般的炼丹师依旧还是他们太阳殿的人，服用蜕变丹得到好处的也将是他们太阳殿的弟子。但一想起来我这个逆女，我爹就忍不住想起我故意针对他们的嚣张跋扈态度，他就要被气一次，不行，不能再想了，否则每次一想就后悔又气得心口疼。他后悔的厉害，我娘比他后悔的还厉害。今天他刚收到娘家人传来的消息，先是责备了他一通，说我是他的亲生女儿，他之前为什么要为了个妓女那么苛待我这个亲女，接着就透露出想让他去找我帮家族的人要点极品丹的意思，蜕变丹最好也能要到1、2颗，毕竟我放出话为4名师兄都准备了蜕变丹，现在只给了3师兄和4师兄，说明我手里还有2颗。柴家是想让我娘来要至少1颗，让柴家的小辈里至少也能出1名到2名天骄。我娘看完信后，她更是悔上加悔，要早知道我这个亲生女儿那么厉害，他何必捧着那个妓女，就算妓女再不喜欢和不高兴，他也绝对不会和亲女儿离心，亦或者将女儿送去娘家后就会叮嘱让娘家人精心照顾女儿，这样现在女儿和他娘家人就会很亲近，炼制出的极品丹药也有柴家的一份了。不只是娘家人这么想，他在知道蜕变丹的效果后就打过主意。其实从我去了西月殿之后，他一直都试着联系，只是我根本不搭理他，但他还是抱了一点希望，又给我传了好几次消息，但依旧石沉大海。我娘也明白了，我不可能将有用的极品丹和蜕变丹给他娘家人的，对娘家人
我娘心里也是有怨的，她曾经将我送去娘家，虽然没有叮嘱他们好好照顾我，可也没让他们冷待我。他们因为梁七荣和江荣月的暗示就冷待不管我，这才让在柴家待了10来年的我对柴家并没有感情。他们要是对我好点，又怎么可能会像是现在这样？上次拍卖会柴家突然有事没去，这次除了想要极品单外，娘家人还发消息来打探我的消息，意思等下次我在出宗后让我娘给他们传消息，到时候他们会让曾经和我关系还过得去的人去和我多接触下，看能不能挽回我对柴家的态度。我娘心想也只有这样了。西月殿，我不知道柴家人惦记上了我闭关成功，突破到了炼气期大圆满的修为，接下来只用积雷底运铸机期，随时都能突破。经过这几个月的修炼，好几种属性的基础术法，我不但运用得很熟练，还能演变出其他的攻击手段，这也是为了去编程做准备。我又炼制了一批丹药，这才出关。当我出来已经是炼气期大圆满的修为，又惊到了不少人。这才多久，我竟然就快要筑基了，修炼速度绝对是各大势力天骄弟子中的第一人了，就连原本以修炼速度快出名的乔晋兰也比不上我。出关之后，我和大师兄、三师兄着手准备制作一款新型流影石，三人通过不断的研究改善，终于制造出了一种多功能的流影石。接着又制作了一批出来，全交给我后，大师兄和四师兄就去闭关了。又过了半个月，边关大告急，10大势力驻守边城的长老们纷纷发了求援的消息，他们表示最多只能再坚持半个月，要是不多派人支援，边城就要守不住了。各宗的高层也开会准备派天骄核心弟子带着其他弟子前往，这也是对天骄弟子的一种历练，毕竟要成长变强，就不能当温室的花朵。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安排，而是准备看看有哪些天骄弟子接了任务。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任务殿刚颁布救援任务，我竟然是第一个接任务的天骄弟子，不只是惊动了宗门的高层，连其他弟子都被惊到了。我这是有多想不开？我可是宗门的绝世天骄，什么都不缺，竟然想跑去现在编成那么危险的地方。玉直正在闭关进阶，宗门的高层不好去打扰他，于是宗主去了祖邸找玉老祖商量询问要不要阻止我去编程。玉老祖没有丝毫犹豫，就一个意思，既然我想去，就让我去吧。他知道我这个徒孙是个聪明理智的孩子，肯定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更何况要是连面对这种危险的勇气都没有，将来也难成大器。不得不说，我这样的选择反而让玉老祖更欣赏和看好我。不过这毕竟是儿子的宝贝小徒弟，也是他比较看好喜欢的徒孙，所以他还是派了一只人形傀儡兽来给我送了个乾坤袋。历练归历练，徒孙的命那也必须得保住。除此之外，宗主等高层商量了一番后，还任命我为这次前往边城的领头弟子。这也代表前往边城的弟子，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都要听我的安排。我虽然修为比不少接任务的弟子低，但身边有结丹期傀儡，又会炼丹用毒。虽然我出手的实力是未知的，但我的性子别看嚣张疯狂，可其实很理智，聪慧还有各种手段，所以宗主等人还是比较看好我的。外加从这次我接任务带动了那么多弟子一起接任务的情况看，也能看出来我是一个拥有很强凝聚力的人。所以这次的领头弟子我不当谁当。我在住处收到了师祖让人形傀儡兽送来的乾坤袋，我打开看了看，里面都是玄级下等和中等的攻击防御符。师祖比较擅长炼符，这些应该都是他以前炼制的。这乾坤袋里的符除了给我的一半，有一半让我带去边城给二师兄保命用，这些符对他们来说确实有大用。现在对面大陆的高阶妖兽和我们这边的高层们都在彼此试探对方的深浅，互相交战，派出的都是炼气和筑基实力，结丹也有交手，但主要是震慑作用。妖兽最大的优势是兽海战术，靠庞大的数量来取胜和攻城，而人族这边则是靠各种辅助的东西，比如法器、阵法、符篆等，所以才能抵挡住庞大的兽潮。而像是我带着2、3只结丹傀儡去的情况，毕竟是极少数，所以影响不大。不只是玉老祖给我师兄妹符篆，这次宗门也给接了支援任务的弟子，每人都发了一个乾坤袋，里面装着一个防护的阵法盘和20张攻击护身符，不过都是黄级的，但关键时候也确实能用来保命。用下，大家也没耽搁接任务之后就各自去准备。而在当天，我娘向她娘家人送了消息，说我要去边城做支援任务。柴家是3流势力，这次也是必须要派家族子弟去支援的，倒是可以把曾经和我关系还行的人带去。第二天一早，由宗门一名结丹期长老护送着大家前往边城驻地。我们一行人到了驻地后，一名容貌俊美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他看向我，笑着招呼：“小师妹，你来了。”虽然是第一次见我，可朝来的人群里一看就能一眼认出我来。除了角色的容貌外，主要还是因为我身上散发出来让人无法忽视张扬肆意的不凡气质。我一听就知道这是我的二师兄。这位师兄的容貌气质不是很像炼丹师，不过他最擅长的确实也不是炼制正常丹药，而是喜欢钻研稀奇古怪的丹药以及毒丹。我露出满满的笑容招呼：“二师兄，我来看你了。”二师兄并不认为我来这么危险的地方有什么问题，他亲切地笑道：“不愧是我小师妹，来看我的方式就是与众不同。”二师兄向那位长老打了声招呼，就带着我离队，朝着他的院子走去，显然有话要说。长老不但没反对，还让其他弟子也可以散了，有同店交好的可以去叙叙旧，并尽量住一个院子，要是独行者也可以自己选个房间住下，听后安排就行。二师兄一边走一边说：“小师妹，虽然这边很危险，但机缘也多，外面兽潮攻城却也留下了很多尸体，我们可以用他们的血来研究炼丹。”
城外可以直接通往那个突然出现的新大陆，更有着我们这边没有的灵药和灵物。我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危险和机缘是互相的。二师兄看向我一副咱们不愧是师兄妹的表情，他眼中多出丝金光。师妹聪明，不冒点险，又怎么可能有收获？那些畏畏缩缩不敢来的人，得错过很多好处，指不定会怎么后悔呢。当然，大师兄他们闭关的不算。二师兄又对我问：“你来到这里后有没有什么发现？”我如实道：“这里的灵气不对劲，比咱们宗门还要浓郁。”我才从阵法里出来，就发现了这点。二师兄赞赏的笑道：“小师妹果然发现了，这也说明隔壁大陆的好东西可比我们多和高级。虽然危险，但也是个宝库呢。既然两个大陆已经被迫相通，除了防备应对危险外，也要把握住送到面前的机缘。”二师兄又道：“我来这里之后，出去过几次，都找到了不少被10大势力垄断级别的稀有灵药。关键这些玩意儿在对面大陆虽然谈不上随处可见，但却不难遇到。现在两个大陆都在彼此试探，还没有放开干架，所以咱们得趁这段时间赶紧多寻找收集点好东西才是，否则等战局上升到诸多结丹，更甚至元婴修土深战大规模开打的地步，咱们就难浑水摸鱼了。”发现了这样的好处和机缘，他当然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了。只可惜大师兄等人在闭关，不过他和我找到了好东西，到时候可以分他们。总之就是不能错过这种天降的机缘。我发现自家这位二师兄很精明，还很有远见，因为不久之后，隔开各个大陆之间的天然禁制屏障会陆续全部消失，让我们这片原本封闭的大陆突然和其他大陆之间有了联系。而隔壁的这片大陆更是连通所有大陆的中心，等于上百个地级大陆和隔壁的大陆实际都是相通连接在一起的。接着在原本禁制消失的地方，又会生出一道连所有元婴修土联合攻击都破不掉的壁障，到时候只有筑基期修土才能自由进出，也因此隔壁大陆将会变成各个大陆的寻宝地，还会有高级天道石主动降临镇守好几个地方，到时候只有冲上榜的人才能进去那些地方争抢宝贝。不过书里写江荣月会在其中混得如鱼得水，和他的男人们抢到不少好东西，在所有低级大陆扬名，还会暗中吞噬掉不少其他大陆天骄的特殊灵体等，这也是女主团们的一个超大机缘。我点头赞同。我们最近就出去多收集点好东西，趁着现在隔壁还没有成宝库，我们能找点好东西算点，确实是个好机会。二师兄笑着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很好，不愧是我的师妹。虽然咱们是炼丹师，但该出去浪，该出去闯荡的还是要去。我哭笑不得。好，我和师兄一起去闯荡。这位二师兄绝对是几位师兄里比较能浪的一个。第二天一早，突然响起一阵号角声，接着一名结丹修土的声音传遍整个边城。兽潮来袭，所有没有受伤还能作战的人，立即前往城门处集合。这话他重复了好几遍才停止。我走出房间，刚好遇到了同样出门的二师兄，他皱着眉头道：“最近这兽潮也太频繁了，昨天才来了一个小兽潮，今天又来，平常可都是好几天才会来一次。”我看了看不远处的城门口方向，应该会越来越频繁的。我倒是知道为什么兽潮会越来越频繁。隔壁的大陆其实并不是很大，书里写那原本是曾经高等大陆一个专门用来给弟子们历练的秘境，之后高等大陆各族之间争斗打起来，导致秘境附近的空间不稳，最后更导致空间突然撕裂，硬生生的将这个秘境分割出去，然后流落到了地级大陆的中心，并成功和所有地级大陆相连。之前的天然禁制是秘境的保护屏障，壁障消失，让里面的高阶妖兽骚动起来，加上曾经高级大陆的高阶修土为了限制秘境里的妖兽等级，所以布下了让他们无法突破化神期的禁制，只要待在里面，他们最多只能修炼到元婴大圆满。虽然里面灵气很浓郁，却也会压制他们修炼的速度和实力提升。结丹和元婴妖兽都已经有灵智，甚至可以化形，所以他们想趁乱往各个大陆能跑多少跑多少，因此才会发动兽潮，先试探哪个大陆实力弱，比较好攻打，他们就多攻占这个大陆。毕竟聪明的妖兽也知道狮子往软的捏。我和二师兄对视一眼，就一起赶过去了。等其他弟子们都陆续到了，我把他们都叫到了一起，看着大家开口道：“我和我的2位师兄捣鼓出了一种新型的流影石，这种流影石里全都刻了特殊并且能相互连接的阵法，每一块流影石也都有单独代表的特殊符号。有这种流影石的人可以用特殊符号来联系别人。现在我给你们每人发一块新型流影石，用灵石一扫就知道自己这块流影石的符号是什么。”我说完，从乾坤袋里拿出流影石，给除了另外2个店的其他美人发了一块。大家拿到流影石都有点懵。有反应快的人问：“可惜的师妹，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想联系你，可以不用传信符，而是直接用这个流影石就行了？”我点头，对，只要我这边同意，我们2人就能通过流影石说话，而不用传信符传来传去的，耽搁时间和等待。除了对话外，还能激活让彼此身处的情景出现在流影石里，让对方看到。之后我会去对面大陆试试看，能不能和咱们这边的人联系。听完我的话，这些人的眼睛都亮了亮，一个个惊叹这新型流影石功能的厉害。这次只要来守城的乾坤宗弟子，我都会赠送一块新型流影石，当然太阳殿的弟子除外。齐心殿和我没有矛盾冲突，以及对我没有恶意的弟子，可以拿灵石或者东西来买一块。这也是看在大家将一起对敌的份上，
才破例的，而太阳殿的弟子我就不会给他们破例了，毕竟这是背叛对我捅刀子的人，我才不会管他们死活。太阳殿和齐心殿的弟子来这里的人并不多见，我没给他们留影石，就有人没忍住问，然后我说了自己的意思。齐心殿的弟子一喜也没不满，都向我买了留影石，毕竟能买到也算是惊喜了，总比之前我完全拒绝好，而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他们比太阳殿的弟子总归好点，太阳殿的弟子则气得不行，可又不敢当面发泄骂出来，一个个脸色难看的不行，更甚至在心里暗骂，等抵抗受潮的时候，我一个炼气期弟子就算是天骄，也可能被妖兽淹没咬死。我现在嚣张以后，说不定都没命嚣张了。这么一骂，心里也就舒服了点，只是还是很渴望，也有一块心形留影石，但也知道他们就算是搬出宗门大义来，以我现在绝情的性子，也是不会给他们的，就很气人和无奈，还有满满的后悔。接着，我们一行人来到城门口，这里已经聚集了来自各大小势力家族的修土2/3的人去了城墙，剩下1/3的人直接出了城。他们所有人刚出城，背后的大门就关上了。二师兄道：“要等受潮退去，边城的大门才会再次打开，而且防护阵法会开启，就算是咱们的人可以跳出来，但是却也没法再进去。也因此，还是有不少之前就来了的人，依旧选择上城墙守城下面，不但危险，选择出来战斗不结束，还没法回去。我点头理解。就在这时，各种兽吼的声音越来越近，更甚至还能感受到大地在震动，边城的防护大阵也立即开启。接着，城墙上站着的人就见我带着出去，身边的3只结丹傀儡兽消失了。有人没忍住惊呼：江可惜竟然把结丹傀儡收了起来，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他一个脆皮炼丹师，还是炼气期的修为，来这儿一出是想找死吗？他是不是太紧张，所以收错了？大家实在是不解，我怎么敢这么做？就算候在一旁男主之一的聂汉都惊讶了下。乾坤宗跟着出去的弟子看到我这么疯狂，一个个都围在了我身边，显然想着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他们好伸手支援。轰隆隆，大地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兽潮奔涌而来。我将灵魂之力释放开，很快就锁定了冲在中间的一只筑基中期妖兽小头目。果然，他的旁边围着上百只妖兽，前后左右的妖兽不同，确实布置过阵型保护他。我这回看到的不是妖兽，而是击杀他们后所能获得的贡献指点。在兽潮冲到边城前面时，其他出来的弟子全都拿出法器防御。我转头对二师兄说了一句：“师兄，我去开路，你跟着。”接着一个闪身，直接主动冲进了兽潮里。这一幕也让城墙上的大家都看傻眼了。看到我手里没有法器，就这样主动冲进兽潮里，除了极少数的几人，其他的人都在想，我是不是真想找死？就算有符宝可以激发，也不是这么玩的吧？而且符宝就算把这里的妖兽都斩杀了，也不会记录在手环里，换不了贡献值的。再说，我就算要冲进去，就不能拿这件法器去吗？不攻击就是防护的也好啊。他们就不信我身上没有这种玩意。这回大家就2个想法，我是不是疯了？我要怎么活着回来？很快我就告诉了他们答案。只见我的身形刚冲进兽潮，接着一只手多出一块灵石，另一只手对着四周拍下，对着我冲过来想要吃了我的妖兽，一只只的瞬间被一层冰覆盖冻住。然后我再次抬手，一道道的金光出现，直接化为金刃，飞出穿透冰层，从他们的心口位置穿过，冰寸寸撕裂开，里面的妖兽也一只只的倒地，死的不能再死。这一幕不但看呆了，城墙上的人冲过来的妖兽也傻眼了。接着一声嘶吼响起，原本要朝着城墙冲去的妖兽就朝着我而来。我不急不忙，手中那块灵石已经被吸收变成了灰色，手中又多出一块新的，这是为了保证我体内的灵力一直保持充盈的状态。这次我抬手对着围攻而来的妖兽点了点，一颗颗的大火球从天而降落在了四周，然后一声声妖兽的惨叫响起。很快被火球不断砸到身上的妖兽死伤无数。这时本身火属性的妖兽冲上来，顶着火球想咬我，我掐了掐诀，指尖多出一点点绿色的光点飘散而出，接着地上冒出许多突然冒出来的蔓藤，将这些妖兽缠住。我又换了一块新的灵石，指尖再次掐诀，这次是黄色的光点落下，然后一个个尖锐的大土锥从地上钻出，直直的刺进了被缠着妖兽的身体里。这些妖兽全部被刺死。我又吸收了一块灵石，背后多出了一双风元素凝聚成的翅膀。我朝着一个方向飞去，金木水火土的基础术法不断变化，我所过之处，一只只妖兽倒下，带着的特制手环更是不停的闪烁，贡献值点蹭蹭蹭的往上飙。不过因为冲在前面的妖兽都是炼气1到5层左右的修为，所以击杀之后的贡献值点少。当然积少成多，我就这么一会，手环上的贡献值已经有上百点了。站在城墙上的人一个个脸上都露出呆愣住的神色，他们收回刚才的话，不是我脑子进水了，是他们格局太小了。二师兄跟在我后面捡漏，将我击伤却没有死的妖兽一只只的砍死，手环里贡献值也在不断的往上飙。他一边砍一边喊道：“师妹，我就知道跟着你有肉吃。”其实连他都没想到我的战力竟然这么彪悍，对付炼气几层的妖兽他也能轻易杀死，但却不可能像是我这样一出手就是一片。关键他是筑基期中期修土，我才炼气啊，特别这回杀过去，四周的妖兽修为实力已经到了炼气8、9层，可结果还是一样。我一边飞着杀妖兽，所过之处就是死一片，一边肆意的笑道：“师兄，我们冲！”也因为我杀得太猛，不少炼气10层之下的妖兽都避开了我，而是朝着边城下面继续冲。他们虽然灵智没有筑基期妖兽高，但也不会无脑的主动跑过来送死。筑基期那只妖兽小头目也发现了我的强悍，不过并没有怎么放在眼里。筑基期之下的人类修土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威胁，也因此他就看着我一路朝着他这边飞来。等我飞到他前方，他嘶吼一声，围在他四周的炼气10层和大圆满的妖兽纷纷朝着我攻击而来。我一边吸收灵石，一边释放了一个冰环术和一个土刺术，这些妖兽全部被冻在原地。土刺从地上冒出来，将这些妖兽的爪子或者身上划出伤口。不过因为他们的实力比前面的妖兽强多了，所以都没有死，更甚至
至重伤都没有。大家以为我又要用之前的方法，不断用金刃、土刺杀妖兽，只是现在面对的是和我修为差不多的妖兽，怕是就不容易死一片了。包括妖兽都一样的想法。那名筑基中期的妖兽小头目直接吐出一道风，并形成了一个光罩，将被冰冻的妖兽全笼罩，其中护住。这和人类使用的防护阵法很像，也代表这只风属性的妖兽对风的掌控比较强。可谁都没想到，我并没有攻击，反而对着冰冻的妖兽抬手做出了一个捏的动作。接着，无论是城墙上的人，还是这里的妖兽，一个个眼睛都瞪大。只见从被冰冻妖兽的伤口里，一道道的鲜血飙了出来，然后全部被收进了我拿出来的一个特殊器皿里。妖兽的精血可是好东西，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比如淬体、炼丹、炼器等都能用到。我还发现体内孕育的分身，感觉到这些兽血之后发出了渴望，是里面那滴龙族精血发出来的。他想要吸收提纯过的这些兽血，用来滋养壮大自身，所以我将这些血都收了起来，绝对不浪费。城墙上的人一个个再次惊呆了，换成他都不敢往兽巢里这么冲。虽然他们是筑基修为，但对上上百只炼气10层和大圆满的妖兽一起攻击，会被弄死的几率很大，就和蚂蚁多了也能咬死像一个道理。而我却冲过去一下，干翻了近100只炼气10层和大圆满的妖兽。就在大家都很不解时，另一个宗门的天骄素锦开口道：“不是法宝，它能将妖兽的血吸收到那专门装兽血的器皿里，是因为它动用了水属性的力量，就像是它用风属性化为翅膀，冰属性化为冰环陷阱一样。血也是液体，不管是人还是妖兽身体里还都有水分，所以它故意划破让妖兽受伤，然后抽干他们体内的水分，再将他们的血挤出来。”素锦一开始也惊讶到了，不过却没有像是其他人一样认为我是用法宝辅助。仔细观察之后，他就发现了原因，我是把各种属性的基本术法运用的太熟练，而且还自创出了不少东西。他少有的感叹道：“江可惜果然是个天才，连这种方法都能想到。”其他修徒随着修为的不断变高，对基础属性术法和功法就越不重视，都在追求修炼高阶功法。可谁曾想，基础术法和功法只要运用得当，也能很强。我就告诉了他们这个道理，大家听到他的解释都明白了，一个个更是不由得露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表情。我这脑子是怎么长的，竟然能将基本属性的术法运用到这种地步？他们还是第一次见修徒这么勇，这么能玩出花样的杀妖兽。城门口，我将那只筑基期小头目斩杀，还将他的尸体收了起来。除了我这边在战斗外，其他人也已经迎上了冲过去的兽巢。而因为我之前那么凶悍速度斩杀了上百妖兽和一只小头目，让这里暂时成了真空地带。这一战结束后，我收的战利品连一个乾坤袋都装不下。接着我拿出好几个乾坤袋，才把击杀的妖兽都给收了。也看得不少人抽了抽嘴角，第一次见人在边城兽巢里能有这么夸张离谱的收获。有人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我杀了这么多妖兽，击杀榜会不会冲进前10了？大家纷纷点开记录手环一看，榜首的位置果然换成了我，而且我的贡献值点遥遥领先，是第2名的好几倍。他们还发现除了我外，乾坤宗还有2名弟子也冲进了前10，纷纷感慨天才就是天才。江荣月最近消失了好久，应该是找到了什么机缘，指不定又把吞噬灵体激活了。而江荣月的吞噬灵体是个很大的隐患，因为有吞噬灵体，江荣月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并和那群男人们不断祸害吞噬无辜的人。所以我想来想去，得断了江荣月吞噬灵体的根才行。于是，在4位男主里的2位男主聂汉和孔周在兽巢中中毒后，2位老祖提出让我为这2人炼制解药时，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在解药里加了点料，因为在书中这2人马上就会与江荣月见面并双修，而只要2人和江荣月双修，那毒素就会传到江荣月体内。这种毒素是我用变异禅心脏提纯炼制出来，专门克制吞噬灵体的，能在无形中不知不觉间一点点的反吞噬，消磨掉吞噬灵体。等江荣月要吞噬别人时，将无法施展出来，那会发现不对劲，也晚了。前世江荣月没少借助变异禅去不断吞噬害人，但这玩意反过来其实也能克制江荣月的吞噬灵体，所以不管什么东西，只看怎么用了。按照书里的发展，聂汉和孔周2人和江荣月已经发生过关系了。4大势力的4位天骄中，现在只有韩愈和江荣月之间还没有那啥，但韩愈也会在对面大陆探查中毒，江荣月和他双修，用自己的吞噬灵体帮他把毒解了，2人这才勾搭在一起的。没多久，江荣月也来了边城，他没有去乾坤宗的驻地，而是去了一个客栈，接着给孔周和聂汉分别发了传信符，约他们在客栈见。不过约见2人的时间，他故意错开了。聂汉先收到传信符，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住处，悄悄的去了约见的客栈。聂汉带了个斗篷去客栈，他没有发现身上有一个灵魂烙印，也没发现附在他衣角上的阴灵。进了约好的房间，关上门后，他把斗篷拿了下来，伸手一把拉过江荣月，将他搂在怀里。他凑到他耳边道：“好久没见，可想死我了。”他曾经外出历练时找到一个机缘地，凑巧江荣月也找了进去，然后他们遇到一条蛟联手一起杀了之后，谁知道那蛟临死前吐了口毒物，他和江荣月都中招了。然后他们用相容双修的方法解了毒之后，暗地里一直保持联系，每次见面自然都会满足下彼此的需求。所以江荣月主动搂住聂汉的脖子迎了上去，然后天雷勾地火，正在用阴灵感应聂汉情况的韩愈自然也发现了2人在干什么，他直接瞪大了眼睛。进客栈就开始，这2人也太急了点吧。听着2人的声音，韩愈觉得有点受不了，暂时断了和阴灵的联系。另一边，乔晋兰也通过灵魂烙印发现了那已经难舍难分的狗男女，一想起曾经分魂也和江荣月这般过，他就有点犯恶心，更决定以后绝对不会再碰不知道多少男人整过的江荣月。客栈里，聂汉和江荣月进入了一种他们自己都觉得很美妙的状态，2人都没有发现从聂汉体内有一丝丝透明的丝线，通过2人双修融入了江荣月的身体里。2人开始之后，乔晋兰也暂时断了查探。
汉同样没有发现。等结束后，江荣月躺在聂汉怀里，感觉时间差不多了，于是爬起来推了他一把。我一会儿要去乾坤宗的驻地，你先回去吧。聂汉在江荣月的伺候下，将衣衫穿好，两人又亲了亲，这才如胶似漆的分开。江荣月看着约见孔周的时间快到了，于是在他的催促下，聂汉就离开了。江荣月则离开这个房间，去了楼上的另一个房间等孔周。江荣月来的时候就要了2间房，因为猜到聂汉会对他情不自禁，他也确实想他了。他们结束之后，房间里总会留下味道，让孔周发现他倒是无所谓，但就是有点尴尬，还不好再继续那啥，怕孔周介意，所以换一个房间更稳妥。毕竟他和不少男人有染，但这些男人现在都没有发现这事。对此，江荣月很得意和骄傲。这些男人都是大势力的领头天骄，还不是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4大势力已经有3大天骄成了他的群下之臣，因此江荣月想着这次去对面大陆倒是可以找机会将韩愈也拿下。他就喜欢坏男人，这4个男人都各有各的坏，他们更是对立派系的天骄，他能让他们都爱上自己，并为他所用。要是被人知道了，怕是要震惊死，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会对他羡慕嫉妒恨，想想就爽。反正现在10大势力是合作关系，他就算暴露了和他们的关系也没什么，那是他的本事，其他女人也羡慕不来，更做不到。大约过了不到半个时辰，孔周推开房间门来赴约了。正在想事的江荣月抬头笑盈盈的看向他，你来了啊！孔周走过去牵住他的手，想你自然就迫不及待的来了。两人说了说近况，孔周也就拉着江荣月进入了正题。虽然之前已经和聂汉双修过一次，但被孔周亲着他又全身发热起来。两人开始进入主题后，同样用阴灵附身在孔周身上的韩愈，这会露出满眼的难以置信。他真没想到孔周竟然也去找江荣月做那种事，还有江荣月这才间隔不到半个时辰，居然又和孔周搞上了。现在同时和聂汉、孔周都有一腿，也不知道和乔晋兰那装模作样的家伙和他有没有一腿。要是有的话就好玩了，那他们4大势力的3大领头天骄竟都拜倒在了他的16群下，这说出去都让人难以置信。接着听到江荣月和之前差不多的叫声，他有点犯恶心，急忙又断了和阴灵的联系，同时对江荣月也生出了几分警惕，决定要远离几分。另一边，乔晋兰又被恶心了一次，他没想到江荣月那么不要脸，居然接连约了聂汉2人，而且连分魂都不知道江荣月什么时候和聂汉、孔周都勾搭上了。分魂的记忆里可一直都以为江荣月只有他一个男人，谁知道江荣月玩得那么花，还将他们4大势力的3大天骄都玩弄了，想着就膈应死他了。也不知道韩愈是不是江荣月的入幕之宾，要也是的话，那他都不得不说江荣月在这方面还真有几分能耐。对江荣月要加入他们，明天一起去对面大陆，他自然不会反对。他猜测聂汉、孔周2人也应该发现了江荣月气运深厚、感知敏锐的事，带着他去找机缘，比不带他更有利。只是这样的话，全程用留影石投影，就可能会暴露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大家就会发现江荣月和他、聂汉、孔周，甚至可能连和韩愈都不清不楚的，他就更膈应的不行，只能安慰自己是分魂大会没有太多记忆，所以瞎了眼睛。现在他是绝对不会再继续和江荣月纠缠了，到时候会和他保持距离。江荣月不知道他接连约见聂汉2人的事被韩愈和乔晋兰知道了，还让他早就看上的猎物韩愈提前知道了他的真面目，并对他有了防备和反感，不会再往他编织的往里跳。连他最喜欢的乔晋兰也决定要远着他，开始朝着书里的反方向发展。和孔周完事之后，江荣月道：我明天要和你们一起去对面大陆，聂汉同意了，说他会帮我和你们说的，到时候你可也要多照顾我点。孔周愣了愣，你之前见了聂汉？江荣月轻笑道：是啊，他刚才来见我了。他决定要暴露和他们的关系，所以也就没必要再隐瞒他们彼此了，毕竟之后只要凑在一起就不可能不暴露，他总不可能和他们装作不认识吧，他们又那么喜欢他，老是忍不住对他动手动脚的。孔周不傻，听到这话后自然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心里不由得生出种膈应和不悦，凭什么他要排在聂汉的后面？而且江荣月才和聂汉厮混一场，很快居然又和他在一起了，这也太浪了吧。江荣月露出个羞涩的笑容道：其实我和乔晋兰的关系也和你们一样，10大势力里的天骄第1人都被他拿下了，所以聂汉、孔周能和他也有关系，应该感到骄傲。孔周瞪大眼睛：什么？乔晋兰和你也发生过这种关系？这简直太出乎他的预料了，这女人到底和多少个男人有染？江荣月嗔了他一眼：你们能喜欢我，难道他就不能？放心，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的喜欢。孔周：我谢谢你了。他有种吃饭突然吃到苍蝇的感觉。江荣月伸手戳了戳他的胸口：他们都会好好照顾我的，你也会的吧？孔周这会想把他手指直接折了，不过还是忍了，更没有表现出来。他眯着眼道：行啊，我当然会好好照顾你的。要不是看在这女人还有利用价值的份上，他真想起身就走。江荣月却不知道孔周的想法，他心里很得意，想着果然他们都爱他，爱的根本不在意他有多少男人。他来了边城，先见了聂汉和孔周，只希望乔晋兰别生气。至于韩愈，他有把握让他同样喜欢上他。听到2人话的乔晋兰，他是真没想到江荣月就这么把他暴露了出去。江荣月真是好样的，他给他等着。韩愈则忍不住幸灾乐祸起来，原来乔晋兰和江荣月也有一腿，几个天骄和同一个女人有染，还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真是好大的一出戏。更不由得庆幸，还好他不是其中一员，否则想着就丢死人了。送走孔周后，这会正给乔晋兰发传信符想约见面的江荣月并不知道他翻车了。书里江荣月现在已经吞噬了我的慧骨灵根和我3师兄等人的灵体，不但修为实力很强，气运机缘越来越深厚，因为吞噬灵体加持魅体加上书里的束缚影响，这几位男主对他是越来越信
喜欢陷得更深。在边城，他先是闯出了很大的名声，接着单独去了对面大陆探查，然后一个个和几个男主巧遇凑到一起。那会他并没有自己坐不住的主动暴露，而是让他们自己发现，最后通过一些遇险、挫折和齐心协力应对，这才让几个男主虽然发现了他和他们都有关系，但却也慢慢接受了。现在江荣月太心急，不但接连和聂汉、孔周约见厮混，更主动暴露了和他们都有关系。而这次他本身还没有太多让他们在那么喜欢迷恋的地方，所以就造成了一次翻车，让几个男主对他都膈应起来，心里都有了刺，更是决定都要远着点他。而此刻我已经对着一队人马先江荣月他们一步，连夜到达了对面大陆，准备提前掠夺女主的机缘。但对今晚发生的事却早有预料，甚至明天连让江荣月身败名裂的刘颖石都准备好了。江荣月在客栈接连发了2道传信符，乔晋兰都没有得到回应，他叹了口气，想着那冤家肯定是生气了。乔晋兰联系不上，他就拿出一颗丹药服用，开始修炼起来。因为之前那个机缘，他不但突破到了筑基期，还成功激活了吞噬灵体。按照魔尊的意思，他第一个要吞噬的对象最好是我。吞噬了混沌灵根之后，能让他的吞噬灵体更包容，以后什么属性都能吞了。去对面大陆探查寻找机缘是一点，他还得找机会把我抓起来，然后吞噬了我的灵根才行。等着吧，最后也都是为他做嫁衣的。第二天一早，边城的门口4大势力的4位天骄陆续出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而他们4人齐聚之后，头顶侧上方也飘起了一块激活的流影石。他们这边发生的景象同步投影到了各大势力、各大小城池的公共晶石屏上，而屏幕也分成了2个投影，一半是我们的，一半是4人这边的。4人见面，乔晋兰面无表情，聂汉阴冷着脸，孔周神色冷酷，只有韩愈面带笑容，还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不断在3人身上扫。乔晋兰倒是猜出了这家伙为什么会这样，毕竟提议跟着偷听聂汉2人的事就是韩愈想出来的，这家伙肯定知道了他们和江荣月的关系，而聂汉和孔周却不知道这事，所以被韩愈这么打量都很莫名。聂汉看向韩愈，皱眉，看什么看？你没见过我们吗？韩愈意味深长的笑道，当然见过你们，只是没想到你们一个个的表面正经，背地里竟然玩得那么花。聂汉生出种不好的预感，你什么意思啊？韩愈对着一个方向抬了抬下巴，你们转身看看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于是聂汉和孔周齐齐转头，就看到特意打扮过靓丽的江荣月从不远处朝着他们走来。看到他们之后，他眼中露出暧昧又情意绵绵的柔色。聂汉和孔周这回完全不想看到这个女人，他们也不傻，立即明白了韩愈的意思。孔周试探着问，你和他也？韩愈立即退后几步，故意离他们3人远了几分。我和他可没有任何关系，又语气加重的强调，你们3人被他玩弄和他有染，你们和他继续纠缠就够了，千万不用算上我。正在看投影的人听到韩愈的话，一个个都有些莫名，更露出了吃瓜的好奇神色。明白过来后，大家都燃起了浓浓的八卦之心，好奇的看向投影，就是10位老祖，这回都齐齐看向投影。邪修联盟等3位老祖更不由得皱了皱眉，可千万别是他们猜想的那样，否则而越是不想来什么，越是要来什么。只见江荣月走到4人面前，用一种羞涩又柔情蜜意的目光先看着乔晋兰，她声音语气带着甜腻，晋兰，好久不见了呢。乔晋兰原本面无表情的俊脸瞬间黑了。江荣月见状轻笑一声，晋兰，我昨天来边城真不是要最后见你的，你就别生气了，是汉郎和周郎先不断给我发传信符，急着见我，我这才先去见了他们的。这话听着是对乔晋兰解释，实际上也透露出了他和另外2人不简单的关系，毕竟这称呼实在是太亲近，暧昧过度了，一般只有双修伴侣或者未婚夫妻等关系才会这么称呼。江荣月确实是故意的，他今天一早起来就听客栈的人在讨论说我怎么厉害云云，这让他特别的不爽。接着他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魅力以及他强势的气运和实力，他才该是全大陆10大势力里最受瞩目的女天骄。而江荣月特意对乔晋兰解释的话，让聂汉和孔周也立即黑了脸。这个女人想干什么？一见面就来这么一出，当众曝光他和他们3人的关系，他不要脸，他们还要脸呢。这一刻3人都有些后悔，默认江荣月跟着他们一起去对面大陆探查了。江荣月目光缠缠绵绵的看着乔晋兰3人，乔晋兰黑脸看向他道，咱们也就是曾经有过几次露水之缘罢了，别喊得这么肉麻。聂汉也阴沉着脸道，是啊，不过是段露水之缘，还不至于用这种称呼，你以后喊我聂师兄就好。孔周也冷着脸，他们说的对，你还是称呼我为孔师兄为好。 3人的话让江荣月脸色微微一变，显然没想到3人的态度和之前跟他厮混时完全不同。他委屈不已，幽怨地看着他们，不过还是妥协了。好吧，那我以后称呼你们师兄。他猜测几人是不高兴，他突然当众暴露和他们的关系，但他就算现在不暴露之后，别人只要长眼睛都能看出来啊！这3个臭男人真是一根筋，不会转弯。韩愈一旁笑着道：“别呀，喊什么师兄？我觉得你叫他们进来，汉郎和周郎就挺好的。”江荣月对韩愈投去一个面带羞涩的表情。玉师兄见笑了。韩愈立即摆摆手，还请叫我韩天骄。玉师兄什么的，我真不敢当。他和江荣月可没有任何关系，别让人误会了。他又指了指乔晋兰3人，他们喜欢你这样叫他们就行。乔晋兰3人脸更黑，更齐齐对韩愈丢眼。刀子孔周低声咬牙切齿的提醒：“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合作关系，我们丢脸了，你又能好？”韩愈挑眉：“你们丢脸关我屁事，我可没被江荣月玩弄。”他又对孔挤眉弄眼的笑问：“对了，昨天江荣月和聂海厮混完，又找你继续厮混，你们有什么感想？都不觉得膈应吗？还是觉得就是这样才刺激？”
你们是不是还很遗憾乔静兰昨天没加入你们？乔静兰三人这要不是在边城，又被莫名的实时投影了，他们真想打死这混蛋。算了，江荣月对韩愈的话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心里还很赞同。可不是三大天骄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呢？这放到整个10大势力里，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做到？不过心里这么想，面上他却嗔了韩愈一眼道：“韩天骄，别乱说，我对他们都是一样的喜欢，可不存在什么玩弄不玩弄的。”乔静兰这回除了想踹死韩愈和掐死江荣月，已经没有其他想法了。他更懒得再搭理两人，否则这话题根本结束不了。于是主动岔开话题：“时候不早了，咱们赶快出发吧。”他看向孔周问：“是做你的双兽鹰过去，还是做我的灵兽？”孔周见乔静兰转移话题，也立即跟上：“我的双兽鹰受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是做你的灵兽吧。”乔静兰心思一动，一只白骨大雕出现在他们面前。孔周跳上白骨鹰，同样盘坐下。聂汉见状也跳上去找了个位置盘坐。韩愈见三人这样，也没有再揪着那事不放，毕竟确实还是早出发，早好可不能落后。我太多，而且通过江荣月自己暴露，外加他的宣扬，相信正在看实时投影的人都知道这三人和江荣月的混乱龌龊关系了。于是也不再说什么，跳上白骨雕，找了个位置盘坐坐下后，他主动看向下方的江荣月，笑道：“你也赶快上来吧，然后找个他们旁边的位置坐下。这会儿就看你先宠幸谁了。”毕竟乔静兰三人不但没有挨着坐，彼此还都隔着一段距离。江荣月上来之后，可不能一起拥有，得从中挑选一人坐旁边才行呢。乔静兰三人这是过不去了吗？能不能把这混蛋扔下去？江荣月对韩愈投去一个感谢的眼神，否则这三个吃醋生气闹起来的男人，他还真拿他们没办法。然后他跳上白骨雕，就朝着乔静兰旁边的位置而去。乔静兰这回突然希望自己没有那么大的魅力，不过他不想和江荣月坐一起，他就别想挨着他，于是拿出一个阵法盘将自己笼罩住，又道：“前往对面大陆还需要时间，我先开始修炼了。”说完，他直接闭上眼睛，真开始修炼起来。江荣月刚靠近，就被那阵法盾弹开，差点摔下了白骨雕。他脸色变了变，眼中尽是委屈，不解地看向乔静兰。只可惜这家伙已经闭上眼睛，根本看不到。他气得跺了跺脚，这家伙太过分了，不就是昨天没有第一个找他吗？至于这么生气，还故意不搭理他吗？于是江荣月一气之下朝着聂汉而去。聂汉见江荣月靠近一副要坐到他旁边的位置，他立即拿出一个丹炉，意有所指地开口道：“我就趁着赶路的时间炼一炉毒丹吧，你们都别靠近我，否则被毒气沾染了，可会有不小的麻烦。”说完，立即朝着丹炉里丢毒物，一刻都不能等的开始炼制起来。江荣月气得眼睛都红了，瞪了瞪已经低头炼丹的聂汉，转身就朝着孔周而去。孔周无语，特娘的每次他都是最后被选的一个，他哪里不如乔静兰和聂汉了？他这回膈应的慌，更不想和江荣月做乔静兰和聂汉不要的，他更不稀罕。他手里这会没有乔静兰那种能隔绝所有人和物靠近的阵法盘，更不会炼毒丹吓走江荣月。于是他突然站起身道：“坐在这白骨雕上，我的双兽鹰不高兴了。虽然他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但赶这点路还是行的，我去安抚下他。”说完，一只黑绿秃毛鹰从灵兽袋里飞了出来，孔周直接跃过去坐下。江荣月看到孔周直接换了个坐骑，满眼的不敢相信，今天这一个个的是怎么了？吃错药了吗？竟然都生他的气，一个个故意不和他做，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他？难道不应该从现在开始就一路呵护他吗？他们真是太过分了。江荣月委屈，气得差点哭出来了。于是他将目标放到了韩愈身上，想要拿下他，然后弃乔静兰三人。韩愈看到江荣月朝自己走来，本来笑着的脸色瞬间变了，便他像是看到洪水猛兽一样，立即往后退了退。你不要过来呀！英俊的脸上更露出凶相，眯眼警告江荣月：“别来挨老子，否则我就把你扔下去。”这女人别想来玷污他。江荣月要向前走的身子顿了顿，一脸错愕和不敢相信，他从出生起就一直被大家捧在手心，疼爱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当即吵着闹着要回宗门，不和他们一起去对面大陆寻宝，却没想到正在修炼的乔静兰一口答应了下来。一直回到宗门后，江荣月才发现自己这一路所发生的事，就连宗门内的父亲和族人全都知道了。江荣月秽乱，名声传遍大陆，宗门为自保，要当众废其修为，将他逐出宗门。江荣月不甘心，奋起反抗，这才发现自己不仅吞噬不了别人的灵力，反而自身还受到了反噬，直接成了一介废人。我爹不忍他这个大女儿受难，刚要出手就被宗主拦下，最后两人与他们一起作恶的族人都被一起废掉，修为逐出宗门，被永世不得回归，人人唾弃，身败名裂。